沈飞和小福宝几人等在包间里，就等着状元游街呢。不过他们也没有干等，而是站在2楼的包间内叫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边吃边等。这时候队伍还没过来，但是已经能听到喧哗声了。沈飞趴在窗户前，伸长脖子看着。小福宝轻咳一声：“人还没有来呢，也不知道你爹能不能赶上，我怕他来晚了。”哦，他去干什么啦？他去看唐之逸恢复的怎么样了。他对唐之逸好像不错。唐之逸这人不坏，你都没瞧见，他和唐国公出征，竟然被拓跋玉那小子折磨得不成人形。唐之逸吃了沈飞的药丸，人后来也是清醒了。原来他身上的伤都是拓跋玉弄的，只要拓跋玉心情不爽的时候，就会折磨唐之逸。小福宝对唐之逸无感，只是听着。唐之逸也是可怜，那个唐国公啊，根本就不是唐之逸的亲爹，但是和唐之逸有血缘关系，可能是叔叔伯伯之类的。唉，也是没想到唐夫人那么正经的一个人，竟然也出轨了。不过唐国公和唐夫人也是半斤八两，这2人互相戴绿帽子。娘亲，你说的可是真的？小福宝知道真的唐国公被替换了，但什么时候换的他不清楚。他还以为唐之逸和唐之轩那俩孩子都是冒牌货的种呢。当然，我的实验结果不会出错的。老二唐之逸不是唐国公的种，老四唐之锦是，就是不知道唐世子是不是。小福宝沉思起来，如果唐之逸都不是，那唐之轩估计也不是。哎，看来这俩人还不太好处理了呢。毕竟算起来，唐家算是大禹朝的开国功臣，如今人都在牢狱之中，如果真的唐之宗叛变，处死唐家所有人也是合情合理。可现在的情况就有些棘手了。国公府唐家感觉没啥好人，唐夫人和唐世子更坏，从前没少害你爹，你爹身上的毒估计就是国公夫人陆氏下的。还有那个唐世子，把你爹当成了眼中钉，很怕他抢了世子之位。如今他们都在监牢里待着，也不错。小福宝刚刚涌起的那点同情立即就烟消云散了。处死，必须得处死了。不过世子妃诗诗还不错，他还帮我解围来着，我还挺喜欢他的。小福宝暗暗记下，既然娘亲喜欢，又帮过娘亲，那就留他一命。唐之逸和他媳妇儿也还行，听你爹说唐之逸没有欺负过他，甚至有时候还能开解唐之轩不要为难你爹。至于他媳妇儿贾氏也挺好玩的，你娘我戏弄过他几次，他也就只会生闷气或者回娘家告状。这贾老头还不错，他孙女要是死了好像也挺可惜的，只是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网开一面放过这3个人。小福宝又记住2人，沈飞完全不知道他随意的念叨竟然救了几条人命。这时候楼下传来喊声：长姐，长姐，竹月上来。有了江竹月，沈飞立即把小福宝抛弃了，开始和江竹月聊天。长姐，你回了长安，怎么没有去家里呀？沈飞还真尴尬住了，主要是王府也没有人邀请他。虽然他知道自己是王府的孩子，可是到现在进王府从来没有人当面承认过。沈飞尴尬地笑了一下：我去不方便。怎么不方便呢？我还想和你多见面呢。进王府没有亲自承认我娘亲，他为什么要亲自上门？我娘是荣亲王妃，算起来品级比你祖母的级别还高，何该他亲自上门来拜见我娘？小福宝说的气势十足，让随着江竹月一起来的嬷嬷都惊了一下。他仔细打量小福宝，这孩子又长大了一些，这嘴巴也变得厉害了。嬷嬷正是从前老王妃身边的嬷嬷，现在江竹妃的身份曝光，并且作为唐国公和芸娘的嫡女，也被抓到了监牢。北境王府现在有的孩子就剩下江竹月。江竹月过于跳脱，老王妃就把身边的嬷嬷给了他。江竹月到了要说亲的年纪，老王妃也是想派个老嬷嬷好好的教导一下江竹月。嬷嬷听不得小福宝这样说老王妃，小公子说错了，自古长幼有序，荣王妃又是江家女儿，就算亲自去王府拜见也是合情合理的，怎好让我们主子亲自上门的道理？小福宝挑了一下眉头，看着眼前满脸褶子的老婆子。沈妃听到老嬷嬷教训自家崽崽，立即就不高兴了。我姓沈不姓江，老嬷嬷怕是认错人了。
沈飞提醒老嬷嬷，她并没有被北静王府承认的事实。其实北静王府要是有心，早就应该在沈飞回京之后公开承认沈飞的身份。沈飞如今已经是荣亲王妃，就算曾经名声有瑕，也再没人敢提出来。可是北静王府没有一个人出面，无论是老王妃还是萧王妃，都没有想着把沈飞认回去。沈飞自然也不会去热脸贴着冷屁股。他现在有权有钱有娃有相公，日子过得爽歪歪，才不会主动上门给人当孙子。就算那长得像他妈妈的萧王妃，沈飞也没想着主动去靠拢。就算再像，也不是同一个人。包间内的气氛有些凝重，老嬷嬷这次有些拖大了，她没料到沈飞会直接给她没脸，所以现在讪讪地闭了嘴。江竹月这时候开始打圆场。哎，张姐，你说这次的状元是不是林公子啊？江竹月不知道，这次他的话题一下子就被老嬷嬷给捕捉到了。林公子？什么林公子？江竹月眼珠一转，就是京城都在讨论状元的人选，林公子也是一个，我还押了20两银子呢。老嬷嬷明白过来，松了一口气。她以为是江竹月小孩心性，下个赌注玩闹罢了。江竹月见老嬷嬷不再追问，吐了吐舌头。这时候外面传来了吹吹打打的声音，还有百姓的喧闹声。沈飞知道是人过来了，不过他现在的兴致却不高，主要是被靖王府的下人搞得心里不是很愉快。沈飞兴意阑珊地看着穿着红袍骑着高头大马的人，这人太普通了啊！状元怎么是他？长得也太难看了。也不是难看，就是这年纪有点大，样貌普通了些。不过能当上状元，应该是有真才实学吧。小福宝点头，赞赏地看了沈飞一眼，还是娘亲有眼光，这是他亲自点的状元呢。江竹月很失望，因为林公子没当上状元，就连榜眼和探花都不是。唉，也没什么好看的。沈飞也承认，就连他准备的花都没抛出去几朵，主要前3名也就探花稍微好看点，认真比起来还没有唐之灵英俊呢。这让沈飞非常失望，他觉得还不如把花送给自己老公呢。游街的队伍一直往前走，后面跟着一群人，有百姓也有来看热闹的学子。其中有一个人特别显眼，主要是他木呆呆的跟着队伍走，但身上却有些凌乱。他好似是被人裹挟，又似乎是主动跟着队伍，总之看上去很奇怪。沈飞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人是林雨环。不仅沈飞看出来了，就是江竹月也发现了。啊，是林公子，他怎么了？沈飞皱眉。江儿，你下去看看。是，王妃。江二的动作很快，迅速就把人群中的林雨环拉住了，然后带着人离开了人群。林雨环此时的状态确实不对，人竟然有些疯癫。放开我！我是状元，我是状元！江二没想到这个书生打扮的人竟然是个傻子。江竹月看到林雨环的样子，早就忍不住了，他也急匆匆地跑下楼。林公子，林公子！小福宝看到江竹月这个样子，眯缝起双眼。林家难道还想攀附上靖王府？走，咱们也下去看看。林公子，你怎么了？林雨环的目光对上了江竹月，笑了一下。江姑娘，是你呀，好巧。林雨环挣脱江二的束缚，整理了一下衣衫，向江竹月行了一个书生礼节。江竹月也回了一礼，他感觉今日的江公子很怪异。林公子，你要是没中也不要灰心，以后再考就是啦。我是状元，皇上钦点的状元，皇上亲口夸赞我有状元之才呢。江竹月有些同情地看着林雨环，这人是落榜了，然后还疯了。他的心里很复杂，这人也是他观察很久的人选呢，其实还挺顺眼的。看来他只能再看看其他人了。林公子，你放宽心，3年后再考也是一样的。林雨环却不听江竹月的话，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我是状元，荆轲状元。”小福宝看着林雨环皱了一下眉头，这小子的抗打击能力是不是弱了点？林萧难道就教出这么个孙子吗？小福宝觉得不可思议，就这点能力还何谈复兴林家？虽然他不允许林家起复，但林雨环这么弱，让小福宝有种欺负小孩的挫败感。现在百姓们还没有散去，江竹月单独和林雨环说话影响也不好。竹月，林雨环应该是受了刺激，我让江二把她送回家去。啊，林雨环？
她是林雨环，她是那个曾经和……都是过去的事了。林雨环这时候看到沈飞和江竹月两人，浑浊的脑袋好像清明一些。你们两人是姐妹？林公子，这位是我姐姐沈飞。林雨环看着穿着华丽的沈飞，脑子里想起来北地的那个小女孩。两人定亲4年，关系还是不错的，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那样无耻的事情，让他的脸蒙羞。沈飞也没想到自己的出现竟然让有些疯癫的林雨环脑袋清醒了。环儿啊，你别吓娘啊！此时的林霄没有看孙子，他的目光集中在一个小人身上。这孩子长得太像曾经那人了。想到京城里传的消息，林霄的心沉了一下。京城唐之陵的身世也算是家喻户晓了，毕竟经历这么传奇的王爷，历朝历代都没有过。林母一直关心儿子，没有注意到沈飞。娘，我没事，咱们走吧。哎，好，咱们回家。多谢荣王妃的搭救。沈飞看着林霄，他能从原主的记忆里找到一些片段。沈飞记得这老头从前对原主还不错，也算是满意的。后来因为原主的事，林家没有过于羞辱他，而是干脆利落的让两人退婚了。林老伯不必客气。王妃啊，这小娃娃浴血可爱，是那个孩子吗？沈飞察觉有意，但不知道林霄问这话的意思。林老伯，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沈飞没有直接承认，但他的黑历史早就被京城的人知道了。沈飞不知道这林老头再问一次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羞辱他吗？林霄又看了一眼小福宝，没想到两人的视线碰个正着。小福宝此时心情也不好，林雨环刚刚断断续续的话让小福宝意识到林家和朝臣的牵扯还颇深。林雨环能知道皇上夸奖过他，并且看中他的文采，想要他当状元的消息，这件事应该只有皇上身边的近臣才知道的，或者是这次的主考官知道的。那么林家有这次的关系，会不会提前知道考题？小福宝的小脸沉了下来。朝廷选拔人才那可不是开玩笑，要是科举真的出了舞弊，选上了那些草包，最后祸害的还是朝廷。林母也注意到了沈飞，看到他身边的几个孩子，林母的心里不是很舒服。这丫头的命太好了，她也是没想到当初在破庙生孩子的女人到了长安会有这一番造化。当初一起从北地回来的3家人，只有这女人过得最好了。林母心里是不服气的，她在私心里也想给她儿子挑个比沈飞好1000倍100倍的姑娘。可是林家没有起来，就算靠着她娘家给林雨环说亲也没有太多的优势，京城的贵女没那么容易娶的。沈飞被林母注视不是很舒服，于是告辞道：林老伯既然来了，还是把人带走吧，我就先失陪了。荣王府那辆豪华的马车立即就动了起来，沈飞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往马车那边走去。这时候骑着枣红马的唐之陵来了。哎，发生何事了？怎么都聚在这里？没大事，要回去了。唐之陵注意到人不少，点了点头，亲自扶着沈飞，然后又把小福宝和小世子抱着送到了马车里。奶娘也抱着2个小郡主上了马车。唐之陵没有看林家人一眼，动作利索的翻身上马，一起离开了。江竹月也被嬷嬷压着，直接上了北静王府的马车。祖父，咱们回去吧。林霄也收回视线，他觉得他要见一下亲家陈御史和左安怀2人，才能有决断。走吧，先回家。于是林家人也一起离开了。林雨环在游街队伍里闹的笑话，京城的上层人家很快就知道了。陈御史本来还在等他外孙的好消息，现在竟是这么个结果。快去备车，我要出去一趟。老爷，怎么了？不等环儿来报喜了？环儿那边出了差错，这次中的3甲第1名。3甲？那不就是同进士？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哼，我这个御史也不是白当的，要是科举有失公允，那我也是能说上一说的。对，老爷可要为环儿主持公道啊！放心吧，我出去一趟。北京王府老王妃的院落内，竹月，你跪下。江竹月在老王妃面前也是不敢造次的。说今天的事到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认识那林公子的？还有，你知不知道，那是沈妃曾经有婚约的人？还是说，是沈妃故意引导你和李宇环认识的？祖母，不是的，一切和长姐没有关系。老王妃已经听到了老嬷嬷的禀报，觉得沈妃对王府有怨气，她就是在怀疑沈妃有意带坏江竹月。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祖母，我说的是真的。我认识林公子的时候，长姐还没有回长安呢。老王妃的脸色稍稍好了一些。那你和林宇环发展到哪一步了？没有，祖母，我们只是见过几面，互相打过几次招呼而已，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你的婚事啊，我们自有打算。祖母，你千万不要迁怒长姐，这事儿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一口一个长姐的，就那么喜欢她？老王妃对沈妃的感觉一般，虽然那孩子的样貌神似她，可是毕竟没有养在王府内，她就是亲近不起来。所以从沈妃回京到现在，她也没想着在长安城对上层官眷公布沈妃的身份。不过那孩子似乎自己也不在意，否则不会回到长安没有亲自拜访她这个亲祖母。我看到她第一眼就觉得很亲切，我一眼就认出来长姐长得像祖母，我们之间有很多话聊。行了，我知道了。江竹月还以为是过关了，刚想起来就听到老王妃道：去祠堂跪着吧，3天之后再出来。祖母，这次要不是恰巧沈妃在，你的名声就毁了。是，祖母，我知道了。郊外一户平房内，陈御史和林霄2人正在客厅对峙着。环儿的基础不差，中了进士本也是囊中之物，何须多此一举？陈御史在来的路上心中已经想好了词，想着明日势必要在朝堂上反驳一番，给外孙一个公道。可是亲家却阻止了他，等到知道真相的时候，他更是恼怒。陈兄啊，这事儿也是我同意的，只是不曾想结果会是这样。时也命也。糊涂，你这就是毁了环儿啊！就算不是状元又如何？有我在朝堂上，就算环儿外任，也不会有人贪了他的功劳。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复兴林家也是指日可待呀。这事儿说到底还是怪我呀，想的状元可以入翰林，那毕竟是个捷径。是我着相了呀。你那个学生可靠吗？要是环儿提前知道考题的事被暴露出来，那林家就真的没有再起来的可能了。亲家请放心吧，左安怀很可靠，而且他有些事儿我还是了解的。陈御史了然，这是有把柄在亲家的手上。环儿受了刺激，可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亲家放心，左安怀拿来的考题我都进行了拆分，就算环儿觉得相似，也只会以为那是巧合罢了。林兄啊，这步棋太险了呀。亲家，我如今只有这么个孙儿了，几个儿子都已命丧北地，我如何能不心急啊？荣王府的小世子可有什么奇异之处？林兄怎会问起他？陈御史自然是见过小福宝的，也知道他的容貌。那孩子还真是会长，否则荣亲王认亲可没那么容易。那孩子和先帝长得还真像啊。是啊，皇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这么宽待荣亲王的。亲家，你多说一下那孩子的事儿。林兄该不会也像那些朝臣一样胡猜乱想吧？
说什么先皇转世，全是无稽之谈。什么？先皇转世？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个传言，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来了。沈御史把小福宝的事简要的和林霄说了一下，包括小福宝当初帮着太子教训朝臣的事。林霄越听越觉得有一种熟悉感，这行事作风还真像啊。如今环儿既然是得了3甲同进士，那也是进士，可以谋求一个外任的官。离开京城也好，让他离开京城的流言池雨吧。到时候我找一找人，把人安排个好地方，当个知县，也磨练一下那孩子的心智。是啊，环儿被保护得太好了，不清楚外面的世界有多残酷啊。林永环虽然跟着他去了北地，但是他从小展露了读书的天分，林家人也是没有让他劳作，甚至是把他保护得很好，只让他每日读书。是我的教育出了差错，有些事儿啊，也该让那孩子知道了。亲家，你们一家等环儿的官职下来了，你们就尽快离开长安，在外地让环儿尽快成亲生子，好好的沉寂几年，不要再有所行动。林霄点头，这次他也是怕了，要是唯一的孙子疯了，他们林家真的无望了。亲家说的是啊。陈御史和林霄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就离开了林家。陈御史离开之后，从林家的院墙处就分身离开一人，荣王府。沈妃一家饭后正在做亲子活动，家里的孩子不少，都在宽敞的大厅里。小世子和小福宝都在。小世子正在玩9连环，小福宝则是翘着小脚，头枕在软枕上，姿态也是轻松。小脚也是一摇一晃的，不知道是在想什么，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舒展的。铁蛋儿这个大块头一点也不老实，他长得壮实，此时正拿着个小木剑呼呼哈哈的比划着。铁蛋儿比小福宝小几个月，但是长得大还活泼，沈妃还是很喜欢的。他是觉得自家孩子太过老成了，所以就想小铁蛋儿闹一闹仔仔。有了小铁蛋儿活跃气氛，小叶子也时不时的啊几声，让房间里也是非常热闹。沈妃看到孩子们也是满意了，她此时正拿着笔画着滑梯。沈妃完全是把今天的不愉快忘了，她现在想的都是怎么给自家仔仔造个游乐场。徐慧已经把新王府的图纸给沈妃了，沈妃特意选了一个单独的院落，打算给小福宝和他的伙伴们造一个玩耍的地方。小铁蛋耍着耍着没站稳，一下子就栽到了小福宝的身上。铁蛋，你也太重了！哥哥重，哥哥重，哥哥重。小福宝把铁蛋推开，看了沈妃一眼，想让他看看铁蛋这孩子不适合和自己玩。但是沈妃只是扫了一眼，啥话也没说。铁蛋，到姨姨这里来，有桂花糕哟。糕。沈妃给铁蛋擦了一下他嘴角的碎屑，然后又揉了一下他的脑袋。小福宝见状也跑了过来，张开嘴巴等着沈妃喂他吃糕点。沈妃觉得好笑，塞了一块点心给他。小福宝满意了。这时候徐慧轻轻地敲门。进来。徐总管有什么事？徐慧看了一眼小福宝，斟酌怎么开口。娘亲，徐慧是找我的，我有事先出去啦。沈妃心想，你个小不点儿，真是比我这个母亲都忙了。走吧。小福宝离开之后，沈妃看着剩下的孩子，感觉自家仔仔确实像唐之玲说的那样，比同龄小孩早会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但仔仔有时候还会争宠，也是个小孩。沈妃摸着下巴沉思，看来他得多注意一下子了。怎么样？人已经回来了，有重大发现。走，去看看。小福宝想到现在的宅子也是闭塞了的很，王府那边修缮也要加快动作，我希望快点搬进去。是，我再加一些人手。小福宝点了一下头，率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没办法，这时候他也不敢去唐之玲的书房，毕竟大晚上的，那人还在书房没出来。王爷怎么一直在书房没出来？小福宝可不认为唐之玲这个点儿会刻苦学习。王爷似乎在写请辞的折子。
小福宝想起来，他听娘亲提过唐之陵辞职失败了。小福宝一下子觉得皇上是不知道怎么安排他好了。小福宝也在心里琢磨着，到底什么样的职位适合唐之陵，既让他能胜任，又不能让他太闲了。自从唐之陵暗中观察小福宝之后，他就决定了必须要给唐之陵找点活干。但屯田司的活确实不是一个亲王干的，有点上不得台面。属下参见世子。你的名号是？主子，属下是莫巴。这名字还真像王八。莫巴有什么收获？都谁去了林家？属下只发现了陈御史。哦，只有他一人？礼部的左安怀没去？小福宝也是想起来，如今礼部尚书左安怀是林霄的学生呢。林霄曾经2次作为主考官，那2届算下来学生还是不少的呢。小福宝的心里有些沉重，暗中藏着的人总有人是林霄的同伙。左尚书没去，但属下听到林霄亲口承认，给了林宇环泄露了考题。你说的可是真的？小福宝看林宇环卷子的时候，就觉得里面的策论见解独到，有深意，这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以达到的。要是林霄曾经把题目掰开了揉碎了给林宇环讲解，那么他在电视上大放异彩，也不愧让皇上连连称赞。是，属下亲耳听到，而且左大人似乎有把柄在林霄身上。小福宝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把柄能让左安怀为了林霄冒这么大的险？按理说左安怀已经是3品大员，做到了礼部尚书，林霄现在也就是个庶民，犯不着为了他科举舞弊。派几个人盯着左安怀，查一查有什么猫腻。是，主子。徐惠这时候问道：世子大人，陈御史不用查一下吗？他和凌霄毕竟是亲家呀。不用管他，那就是块臭石头，但是个有脑子的，查他没用。皇上都喜欢在臣子家安插眼线，先皇也是，安排在陈御史家的完全没用上。他盯了10多年，啥事儿都找不着。陈御史确实是这样，他每天都盯着别人的小辫子，得着机会就找人不痛快。朝廷上和他作对，等着揪住他痛脚的人也不少，但是毫无收获。陈御史虽然是3品御史，但家里贫寒，也不贪赃枉法，家里人管束的也严厉，你想找他的痛脚还真的很困难。陈御史和林霄2人，小福宝更相信陈御史的人品和眼界。重点查左安怀。是。莫巴离开之后，小福宝开口道：给皇上送个消息，让荣亲王去礼部，官职就选个礼部司郎中。徐惠心中有疑惑，但没有问出来。礼部的礼部司是主管礼仪和文化教育的，荣亲王的底子好像是不太合适吧。和徐惠有同样疑问的就是皇上了，他看到小福宝的纸条，狠狠地抽了一下嘴角。偏心，太偏心了，那小子啥基础不知道吗？竟然还让他去管礼部。太子见到皇上拿着纸条不说话。父皇，福宝弟弟说什么了？你自己看吧。太子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也诧异了。让六叔去礼部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太子也不是瞧不起唐之陵，而是了解唐之陵肚子里有多少货。让一个肚子里没啥墨水的人去礼部任职选拔人才，这完全是闹着玩的吧？他可真是个好爹呀，这么为老六考虑。父皇，你准备答应吗？小六当了礼部司的郎中也是遭罪，他去了那边也会有人不服他。朕给他换个司，到主客司吧，还是从5品的郎中。主客司主要是招待一些外来使臣，那些人都没什么文化。小六去了，正好能和人家聊得来。也行。主要是太子也不相信唐之陵在礼部司能选出来真正的人才。翌日，唐之陵换好了官服，再次去上职了。他怀里揣着请辞的折子去的，谁料竟然接到了升官的圣旨，而且还换到了礼部。礼部可是比工部好的部门，历朝历代朝廷都非常重视礼部，毕竟是要选拔人才、发展教育的地方，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哎呀，荣亲王，恭喜恭喜了！荣亲王，礼部可是个好地方啊，走，我带你过去。贾尚书现在也是得捧着唐之陵，因为他孙女被放出来了，打听之后才知道是荣亲王妃给说了情。贾尚书非常感激，他本来以为孙女最好的情况也是得流放呢，现在孙女已经被接回了家里，他的心病也没了。
贾尚书亲自领着唐之陵去礼部，可是非常给唐之陵面子的，这让礼部尚书左安怀心里打了一个突。他目光复杂地看着唐之陵。荣亲王，以后还请左尚书多多关照。左大人，荣亲王可是很有能力的，在我们工部可是做出了一番成绩的，到了你们礼部可不能埋没了他呀。左安怀虽然讨厌手底下来了这么一尊大佛，但也没有办法。好在这人去的是主客司，不是礼部司，接触不到礼部核心的事务。而且现在大禹朝正在和周围邻居打仗，也没有需要外交的，把这个草包安排到主客司也算是合理。左尚书热情地接待了唐之陵和贾尚书，最后把唐之陵送到了主客司。唐之陵来礼部任职，有2个3品大员亲自接待护送，也是长足了面子。但主客司的人实在是少，除了郎中之外，就剩下员外郎1人了，还不像是别的司，除了2位大人之外，还有主事、书令、书令使、掌故等。而主客司的员外郎还是唐之陵认识的人。哎呦，这不是新鲜出炉的荣亲王吗？怎么来这儿了？我当是谁呢？差点忘了，你这个猪大鼻子也在这里任职。你怎能还如此称呼我？不是你刚才阴阳我的吗？朱坤鹏是广安侯世子，是主客司的员外郎。这人和唐之陵从小就认识，毕竟都是京城上层圈子里的人。哎，荣亲王，你是不是得罪皇上了？没有，是你想多了。你在屯天司的时候，手底下好歹有人让你管着，在这里很抱歉没有了。你不是人？嘿，那你就想多了。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要是小爷待得不爽了，小爷就回家。唐之陵没心情计较朱坤鹏一口一个小爷的，他也是在斟酌自己是哪里得罪了皇上。也不是主客司不好，只是他这次升职完全是明升暗降啊。哎，来到主客司也挺好的，特别适合咱们这样的人，非常自在的，每天闲得很。哼，我和你可不是一类人。哎，你就别狡辩了，我都听说了，你在屯天司有个枪手，专门给你写折子用的。这不，我爹知道了也给我找了一个，我从那以后可是轻松多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现在咱俩在一个部门了，嘿嘿，晚上我请你去喝花酒。醉春楼新来了一个小娘子，长得老标致了，咱们一起去耍耍。免了，我可不去。哎，你这就不给面子了。我听说你已经有3个娃娃了，还不敢上青楼啊？我下职之后是要回家的。哎，我说你是不是惧内呀？难道那个小寡妇就那么厉害，让你成亲到现在还没玩够？唐之陵这下子是真的生气了，直接一拳就照着朱坤鹏的脸砸去。你丫的，你竟然来真的，我和你没完！你嘴巴是吃大粪了吗？我的王妃也是你随便能辱骂的？于是2人就这么在主客司打了起来，屋子里乒乒乓乓的，一下子就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等知道是主客司的2位打起来之后，立即就报给了左安怀。左安怀这段日子总是心中惴惴不安，总觉得之前做的事情没那么妥当，特别是皇上突然把林允环降为3甲同进士，就让左安怀心中疑虑，更是担心他暗中给林家开后门的消息暴露了。在这期间，皇上的亲弟弟荣亲王又来了礼部，着实是有些可疑。左安怀正在沉思，被打扰，很不高兴。出什么事了？哎呦，大人，主客司的2位大人打起来了。主客司是冷门，也只有2位大人，还都是俩草包，他们怎么会打起来？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唐老三，你作弊！哎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猪大鼻子，你还以为我一直能被你打了啊？今天我就教你个乖！哼！唐之陵想到从前被朱坤鹏打，心里的火气更大了，又是捶了一拳。哎，别总打脸！礼部众官员一张看戏脸。得了，这俩货从前就有仇。左安怀见唐之陵这样，莫名的就松了一口气。看来他是想多了，皇上就算疑心他，也不会派这么个草包来的。你们2人住手！唐之陵转头就看到了一群人站在门口，他有些尴尬，放开了朱坤鹏。尚书大人，你们2人是怎么回事？竟然在礼部打架！官员们看到2人也觉得好笑，他们礼部是主管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的地方，如今2名官员在上职期间公然打架，也是无法无天。荣亲王、朱世子，你们和我去陛下面前说道吧。
左安怀虽然是长官，但也要顾及到两人背后的势力。小的好惩罚，但是老的就没那么容易了。要是招惹了，他或许都要吃挂烙。于是左尚书带着2个闹事的人去了勤政殿。此时勤政殿里，前任幽州王楚静怀正在和皇上哭穷，顺便问问为什么给他换封地。皇兄，臣弟在幽州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到单州啊？皇上心想，这我哪知道啊，这是你爹的意思，问我也没用啊。哎呀，我的皇兄啊，这单州都没有王府，去了单州还需要重建，还不如留在幽州呢。幽州这次战乱也损伤严重，你不是和朕说没有银两吗？换到了单州岂不是更好？这时候冯保进来禀报道：皇上，左尚书来了。哦，快请。左尚书应该是来和朕商讨国事。皇上早就不想应付这个便宜弟弟了，就想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忙。然而让皇上失望了，左尚书不是来和他商量国事的，而是带着2个鼻青脸肿的年轻人进来的。启禀皇上，主客司的郎中荣亲王和员外郎朱世子打起来了，还请皇上定夺。皇上直接是无语住了。皇上尴尬地看了一眼楚静怀，这脸打的。楚静怀似笑非笑地看着皇上，还在想看看他有什么借口。皇兄就是太偏心了，他进京之后就听说了，皇兄不仅允许老六留在长安赏赐宅子，竟然还让他去礼部任职了。可是老六怎么样？打脸了吧？第1天上职就打架，还是在礼部，多有意思！这笑话够笑1年的了。荣亲王，你说说，你们是怎么回事？还不等唐之陵开口，朱坤鹏先跪了下来。启禀皇上，是臣和荣亲王闹着玩的，我们俩就是好久没见了。朱坤鹏伤得最严重，整张脸都青紫了。反观唐之陵，也只有眼睛那里青紫了一些，其他部分还好。2人一看就是朱坤鹏伤得重，而现在苦主朱坤鹏不计较了，让皇上很满意。唐之陵轻哼一声不说话。朱坤鹏向唐之陵挤眉弄眼。唐之陵见他那惨样，还有他也不想把朱坤鹏骂沈妃的话再学一遍，就点头道：臣弟和朱世子从前认识，我们是闹着玩的，对吧？是的，皇上，我俩从小就认识。左尚书见皇上有大事化小的意思，就开口道：陛下，荣亲王第1天上职就打架，对礼部的名声有碍呀。皇上深深地看了一眼左安怀，这人和小六什么时候不对付了？他本想着轻轻地接过去，现在不罚是不行了。荣亲王，朱坤鹏，那就罚你们2人3个月的俸禄，你们可服气啊？臣遵旨。2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意思。左尚书想搞他们，这是他俩都感受到的。好了，你们先下去吧。楚静怀可不放过唐之陵。皇兄，臣弟这次来京城啊，是想接回世子的。臣弟听说世子一直在6弟府上。哦，那荣亲王你先留下吧。于是左尚书就带着朱坤鹏离开了勤政殿。朱坤鹏也是这时候意识到，唐之陵真不是过去国公府庶子了，他是王爷了，货真价实的王爷。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了，不是他可以随意打架的人了。好在那小子还算讲义气，没把他供出来。这顿打就当作是嘴贱的惩罚了。朱坤鹏一瘸一拐地跟着左尚书。左尚书并没有因为皇上轻罚唐之陵而生气，这结果他早就想到了。他是发现皇上对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异常，这让左安怀更放心了。左安怀自认看人很准，就是皇上这人他也是经常琢磨的，所以他相信皇上对他做的事情完全不知情。朱员外郎，你先回家吧，看这一身的伤。谢大人。荣亲王下手也太重了些。左尚书说完这话之后就施施然地走了。朱坤鹏眯缝着双眼看着左安怀的背影，这人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啊？嘿，现在装什么大尾巴了？我和唐老三啊，不，现在是楚老六了，我们的关系可不是你能懂的。朱坤鹏觉得左尚书不对劲，他一个3品大员还犯不着到他这里挑拨离间呀。不行，他得快点回家问问老爹是咋回事。楚静怀问了好些小世子的问题，唐之陵也不清楚。小世子就在我府上，四哥到时候亲自上府上问问他就清楚了。
楚静怀在皇上这里没要到好处，能把儿子接走也不错，至少他儿子不是质子。哎呀，皇兄，臣弟这次去善州，可否接世子一起走啊？皇上被问蒙住了。你的儿子你不自己养着，还想让谁养啊？赶紧接走。谢皇兄。皇上感觉非常的冤枉，他从来没有扣留几个弟弟世子的想法，就算他想，小福宝也不会同意的。于是唐志陵出宫的时候就带上了楚静怀和邓王妃。楚静怀看到这么豪华气派的王府，心里的酸气怎么压都压不下去。我去，六弟，你这王府都快成皇宫了吧？唐志陵也有点傻眼，他从前没有关注过王府的修缮，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招摇了？到底是谁让工匠这么干的？他就算读书少，也知道不能越矩的呀。唐志陵的脸也黑了。四哥，我还真是第一次来。楚静怀一副你猜我信吗的眼神看着唐志陵。哦，那真是奇怪了，到底是哪个下人敢自作主张啊？我也想看看到底是谁。唐志陵说完就气呼呼地往里面走。此时小福宝满意的点了点头，看着他那缩小版的宫殿。不错不错，徐慧，我非常满意。荣亲王府独自占领了一个方室，里面场地自然很大，里面的布局都是重新改过的。小福宝为了自己有隐秘的空间，王府西侧一大半都被他划分给自己了，就连见客的小议事厅格局都有些类似皇上的勤政殿，就是缩小一些。徐慧见小福宝满意也很高兴，他还是很了解小福宝的喜好的。虽然小福宝从来没和徐慧说过什么，但徐慧自己观察一通下来之后，发现他的主子只是年纪小了，但还是原来那人。可能是求长生成功了，如今这不重新来过了吗？走，去娘亲那边看看。沈妃看到新王府也是咂舌不已，这是他家呀，还真你妈大。花花，你看看，这是咱家呢。往日一向淡定的花花也不淡定了，她也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一切。沈妃抱着花花，看到她惊讶的小模样也是好笑。花花，你总算有点反应了。沈妃选择抱着花花，不是她格外的偏爱这个容貌长得像她的女儿，而是沈妃害怕这个女儿是傻子。双胞胎闺女的差距太大了，小叶子是个闲不下来的主，小嘴儿一直啊啊哇哇的乱叫，你逗她，她也会给你反馈。但是花花不一样，慢吞吞的，好多时候都没反应。咱们花花不是小傻子。花花转头和沈妃对视，看了几秒钟之后白了沈妃一眼。沈妃却有些开心，这代表花花懂她的意思。李嬷嬷，花花刚才瞪了我一眼，她能分清好赖话。王妃，老奴从前就说过，咱们花花小姐聪明着呢，就是比较懒罢了。沈妃一想也是，这小丫头还真是懒，不是傻。李嬷嬷，以后还是得多带2个小妞妞出来晒晒太阳吧。是，老奴记下了。小福宝呢？回王妃，徐总管带着世子去了西院，那边是世子的居所。走，咱们也过去看看。沈妃抱着孩子刚出门，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了哭声。沈妃才想起来，除了他儿子，还有个小不点没注意到。小世子呢？哦，简世子在玩小车呢。走，快去看看。沈妃一边走一边嘀咕，得亏这孩子爸妈不在，要不然他就解释不清楚了。楚清怀本来以为外面就很华丽了，他还以为唐志陵胆大包天的用上5爪金龙，后来仔细的数了一下，发现是4爪的。楚清怀在心里想着，他善州的新王府也按照这个规格来。等他进来之后就不敢这么想了，他吃惊的看着王府的窗户。等会儿，六弟，你这窗户是怎么回事啊？唐志陵也发现了自己房子里的窗户不是窗户纸，而全都是玻璃，非常大块的玻璃。他在沈妃的空间见过实验室的玻璃，没多意外，但是现在在他的王府竟然全换上了玻璃。楚清怀快走几步来到窗户前，伸手摸那玻璃，滑滑的，还能从玻璃外面看到里面的摆设。我去，奢侈，太奢侈了。楚清怀心里酸得不要不要的。皇兄也太偏心了吧，给你的王府竟然如此的华丽，而且这琉璃都是这么大一块的。哎呀，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琉璃啊。唐
灵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他能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楚静怀整个人像是个乡巴佬在前院转悠起来，等看到1人多高的穿衣镜，整个人都破防了。皇兄，你就是个大骗子，你还和我哭穷，我看他就是偏心。这穿衣镜我从前只在太后的宫里见过，还是弗朗基上人带过来的。皇兄他竟然给了六弟你，我这唐之灵看着有些疯癫的楚静怀，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没觉得全身的穿衣镜有多好啊。四哥，你要是喜欢这个穿衣镜，我可以送给你啊。六弟，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哦，那个邓威啊，咱们走的时候别忘了把镜子带走啊。是，王爷。楚静怀羡慕地看了一眼窗户上的玻璃，哎呀，这些都带不走啊，可惜了。邓王妃跟在后面，她此时正拿着帕子挡着脸。刚刚她家王爷也太丢脸了，好在荣王府还在修缮，府中的下人少，要不然呢，这脸都没地方搁了。哎呀，六弟啊，你这琉璃是真不错。你看啊，从屋子外面往里看，真的是清清楚楚啊，这阳光还能透进来呢。楚静怀对荣王府喜欢的不得了，恨不得把唐之灵一家请出去，他们家搬进来。谁说不是呢？啊，四哥，这是玻璃，不是琉璃。琉璃都是小块和带颜色的。楚静怀曾经也是偷偷搞过贸易的人，他眼珠子一转，走进唐之灵，一副哥俩好的样子。六弟，咱们是亲兄弟吧？唐之灵挑眉，觉得这家伙有点贪呢。都送个镜子了，难道还想把他的玻璃给抠下来？可以不是？不是你，六弟，你四哥呢也不是个贪得无厌之人。你看你这玻璃都装上了，我也不会抠走的，对吧？你就把这制造玻璃的方子给我呗。哈，你不贪谁贪？竟然还要方子！我的好四哥，这你可得管皇上要啊，我这没有的。而且王府内的修缮的费用也都是皇上出的钱，弟弟我是一点钱财也没有的。楚静怀听到唐之灵这么说，心里更酸了。他狐疑地看着唐之灵，啧啧两声。老六，这我咋感觉皇上对你真是比对他亲儿子还亲啊？哎呀，四哥我可真是羡慕你啊。唐之灵正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哎，孩子哭了，不是小福宝就是小世子，咱们过去看看吧。楚静怀也不酸唐之灵了，跟着唐之灵快步地往哭声处赶去。此时小世子的脸都摔破皮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从小车上下来。沈飞抱着孩子急忙赶过来。景儿，你怎么样？疼不疼？腰闪，地不平。沈飞拍了一下小世子，还想劝几句，就被一声高亢的女声打断。啊，静儿，你的脸受伤了。沈飞转过头就看到了邓王妃。糟糕呀，怎么会这么巧？往日好好的不来接人，现在孩子受伤了给碰上了，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差了？啊，五妃你来啦！景儿，没见到我吗？小世子偷跑，害怕他父王责罚，缩了一下小脖子。父王。沈飞看着一家人团聚，也跟着开心，但心中想的却是赶紧把孩子接走吧，给别人看孩子真是轻不得重不得，就希望自家崽崽不要再往家里招惹那么多小孩了。沈飞不知道他的希望会落空，因为以后不仅有小福宝，还有花花。小福宝带着徐慧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后来知道小世子是因为玩车摔的，心中一喜，这样他就有借口不把小车给小世子了。小世子从前还管他要过小车，但他自己还没玩够呢，当然是不想给他，但是又怕拒绝的太明显，小世子伤心了，现在也是有借口了。徐慧，你快把车子收起来，别再拿出来了，太危险了。徐慧秒懂。是。我弟弟，我还玩。这车不能玩，没看你都快破箱了吗？还不快带下去？小世子傻眼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他就不哭了。楚静怀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这还真是他儿子，要东西的品行和他还真一样啊。邓王妃也是很尴尬，本来他儿子受伤，他还觉得是沈妃照顾不周，
现在这父子俩一样的德行，都想要人家的心头好，他的脸也是火辣辣的。最后一行人离开的时候，楚静怀还算满意，穿衣镜被他带走了，小世子则是依依不舍，眼巴巴地看着王府。福宝弟弟，我父皇在经常的日子，我能继续在荣华坞待着吧？不能，你父亲明天就会离开长安城了。楚静怀一脸古怪地看着小福宝，小人不大还怪会说的嘞，本王没要到钱，怎么会轻易的离开？哎呀，六弟啊，你这世子还真是厉害哈，竟然还能做皇上的主了。我敢保证，你明天一早就得出了长安城。哦，本王要是没走呢？楚静怀还不信邪了。本王要是没走，你怎么办呢？你们王府出多少银两给本王建府邸啊？10万两？四哥，和小孩子计较，未免太那啥了吧？如果王爷明早不出京，我们荣王府送你10万两银子。要是王爷出京了，3州3年的赋税全都给荣王府，怎么样？楚静怀盯着小福宝瞧，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心里有些打鼓。特别是此时似笑非笑的小表情，还有熟悉的小脸儿，让楚静怀打了一个寒颤，还真邪门了。楚静怀下意识地挺直后脊，不能怂呀，这小子就是容貌像先皇老爹，毕竟不是他。怎么怂了？不敢赌了？有何不敢呢？本王就等荣王府送钱来了。哼，晚上回去先别把行李都打开，否则明天还要重新打包。邓王妃觉得自家王爷今天算是丢脸丢大发了，不仅要东西，还和一个2岁的小娃娃打赌，哎呀，真是没眼看。六弟妹，我们呢就先告辞了，感谢这段日子对景儿的照顾。楚静怀离开之前，心里还有些疑问，他决定明天就算是和皇上耍赖，也要多待1天。唐之陵带伤回来，沈妃早就想问了，但是当时有外人，他就没问。现在人都走了，他们回到王府之后，沈妃就拉着唐之陵询问脸上的伤。小福宝则是溜溜达达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徐慧，一会儿给经理递个条子，让皇上下圣旨，让老四明早就走。是，世子。小福宝伸了一下胳膊，啊，终于不用带孩子了，真好，这个大床就是他一个人的了。小福宝高兴地在床上打了一个滚，想到楚静怀可能会耍赖，又补充道：要是老四不肯走，就让皇上把他的封地换到伊吾。伊吾都在边境了，去到那里真的是送菜的。翌日，楚静怀一大早就接到了圣旨，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冯公公。本王要去找皇兄，没想到他这么偏心的。冯宝看着楚静怀，又从怀中拿出了另一封圣旨。王爷要是不满意，也可以选择这一封。冯宝没有念这封圣旨，而是先递给了楚静怀，让他看看上面的内容。果然，楚静怀老实了，他急忙把那封烫手的圣旨还给了冯宝，接了最早的那一封，然后咬着后槽牙道：本王遵旨。邓王妃非常无语地看着楚静怀，她觉得自家王爷就是瞎折腾。她自从进京之后就知道，皇家恐怕是想弥补荣亲王，毕竟荣亲王曾经没养在皇家，皇子待遇都没享受过。哎呀，偏偏自家王爷看不清形势啊！王爷，皇上已经知道您和荣世子打的赌。楚静怀欲哭无泪，他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了单州，堂堂一个王爷，难道就要吃糠咽菜了？最后，楚静怀是生无可恋的跟着大部队离开的长安。小世子走的时候，想看看小福宝有没有送他，但是让小世子失望了，他的福宝弟弟没有来。福宝弟弟，景儿啊，乖，等你长大了可以再来的啊。我知道了，路飞。车队出了西城门，然后就有一辆马车等在那里。徐慧带着一车的东西早就等在这里了。小世子原本无神的眼睛看到马车的时候立即瞪大了。路飞是福宝弟弟。楚静怀看到徐慧的时候轻哼了一声。王爷，我们世子给景世子送了些礼物。楚静怀点了点头，他们是堂兄弟，感情好也不错。
小狮子被放到地上，立即就颠颠地跑了过去。西总管，福宝弟弟来找我了吗？没有，但是他给你送了礼物。小狮子有些失望。离开家这些日子，他和福宝弟弟相依为命，晚上福宝弟弟还哄他睡觉。小狮子想到这里，眼睛红红的。景世子，马车上的东西都是我们世子送你的礼物，您要不要看一看呀？我要看看。小狮子被徐慧抱上马车，见到东西的时候开心的大叫：哎，这车，福宝弟弟等我一个车。这车子是新的，景世子从前桥上的是我们王妃送的，不能给你。我知道了，这个我也喜欢。等看到好些好玩的，小狮子更是开心的大叫：哎呀，这个我也喜欢玩。哎，这里还有鸽子。剩下的玩具都是我们世子送景世子的。还有，这是信鸽，景世子到了善州也可以给我们世子写信。好，福宝弟弟最好了。景世子，我们世子呢还送了点小玩意儿，在那盒子里，你要好好保管呢。小狮子打开一个缝隙，看到银票的时候，双眼瞪大。我们世子提醒你要好好自己保管。我知道啦。这位是莫六，景世子见过的。这人呢跟着你去善州，你要是给我们世子写信或者想办的事儿，他都能帮你。小狮子双眼噌的一下亮了。他也见过福宝弟弟身边有能随意派遣的人，那功夫都老好了。还有他这么小，有钱也不方便花，但现在不愁了。西总管，帮我先下福宝弟弟。楚清怀在前面等得不耐烦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要出发了。徐慧离开马车，莫六赶着马车跟上了出行的队伍。楚清怀也没在意莫六这人，毕竟就是个车夫，他要也就要了。楚清怀不知道，有了莫六，他和王妃过着贫苦的3年生活，他的身体越来越清瘦，而王府的小世子却壮得像小牛犊子一样。小世子的车队离开之后，小福宝才出来。主子，您为什么不见一见小世子呢？见了面，那小子又会哭唧唧，麻烦。有莫六在，小世子的安全无忧。回府吧。荣王府，唐之玲因为昨天打架了，今天就没有上职。他已经了解过了，他现在的部门算是真正的清闲，整个部门就他和朱坤鹏2人，而朱坤鹏是什么一号人，他太清楚了。经过1个晚上，唐之玲的乌眼青早就好了一些，他现在的体质经过沈飞药剂的改善，真的是好得不得了。这甜瓜真甜。是我庄子里出产的，现在京城的福宝斋卖得非常火呢。还是你厉害。沈飞又给唐之玲递了一块甜瓜，并且亲自喂到了唐之玲的嘴里。小福宝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幕，小福宝瞪了一眼唐之玲，哼了哼。哎，仔仔，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了？小福宝没有回答唐之玲，噔噔地跑到软榻边，把小鞋子踢掉，一下子也上了软榻。娘亲，我也要吃。你可以吃，但不能吃太多，否则肚子疼。要吃。沈飞只喂了小福宝1小口，然后又伸手揉了一下他的小肚腩。要乖一点。小福宝笑着点头，然后挑衅地看着唐之玲。你们礼部就这么闲？你怎么不去上职？你个小人精，人小不大，一天天管的事儿还不少。哼，这个家没有我暗中罩着，你还能小日子过得这么悠哉？还吃甜瓜，吃屁吧！小福宝知道皇上给唐之玲换了个部门，虽然打乱了一下自己的计划，不过看到唐之玲第1天上职就打架，又觉得皇上的安排有些合理。就这货，他还能指望他啥？孩子真的是要从小培养，长大了就很难搬回正道。他要是调到了礼部司，没准儿真会坏事。可能是小福宝嫌弃的眼神太过明显，唐之玲也察觉到了。仔仔，你这是在嫌弃我？小福宝白了一眼唐之玲。唐之玲闲着也是闲着，直接把小福宝抱起来抛了一下。唐之玲又抛了2下，小福宝稳稳地掉到了唐之玲的怀里。唐之玲，你快放开仔仔，他现在老重了，你别摔到他。
小福宝惊魂未定下，又摸了一下肉乎乎的小肚腩，看来以后得少吃一点了。我就是和这小子玩玩罢了嘛。看到沈飞一脸不赞同的样子，摸了一下鼻子。我想起来了，我前院还有点事儿，先去找谭先生了。说完不等人回答，他直接溜了。唐志玲也不全是借口，他打算明天上旨把谭先生也带去。小福宝拍着小胸脯，看到唐志玲走了，觉得主克斯也不能太闲了，得给他找点事情做。小福宝不知道这事情，不禁念叨，很快他就被宣进宫了。昨日和楚静怀一起进京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犯人，被小陆将军发现之后，本打算立即送往京城的，可是这人的身体伤得太严重，只能留在本地养伤。小福宝来到了监牢中，看到手脚全废的人也是很震惊。福宝弟弟，你看这人的容貌，这人或许才是真的唐自宗。原本躺在木床上的人听到小福宝的话，转了一下脑袋，等看到小福宝的时候，呜了两声。福宝弟弟，他的舌头没了，说不了话。小福宝没有害怕，直接走上前来检查唐志忠的伤，然后就看到了扭曲的腿和扭曲的手。把人悄悄送到我们王府，唐家其他人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对于京城唐家的处决方式，小福宝没有过多的干涉。除了唐夫人和世子唐之轩，他亲自叮嘱过必须要处斩之外，其他跟着唐国公造反的人也都判了处斩。至于唐之义和不知情的唐家宗族，皇上收了他们的家产，全都贬成了庶民。唐老夫人因为检举唐国公有功，安然无恙地出来了，她的嫁妆也保住了。至于国公府，京城再也没了唐国公府。沈飞还不知道，他的好大儿给他找了一个病患回来，等着他救治。他此时拿出了水泥的方子，递给张光真。张管事，这是我让你研究的东西，怎么做上面都有，要尽快研究出来。沈飞想到小世子摔破的小脸，就觉得王府的地面得平整一些，还有给小福宝建造的游乐场必须要地面平滑才行。张光真听到新房子，眼睛一亮。王妃，不知道叫水泥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啊？水泥的用处可大了，造房子、修桥、修路全都能用上。等东西研制出来了，你就知道功效了。张光真看了一下配方，主要就是石灰石、粘土和铁矿石组合而成的。王妃，这比例严格按照我写的就好。其实主要就是石灰石和粘土，配比好了很容易。是，我知道了。新王府很快就修缮好了，一定要在搬进王府之前配比出来。是，王妃，属下明白了。这时候明月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王妃，国公府的案子判了，好些人都要砍头了，就在3天后。哦，唐夫人在里面吗？唐夫人和唐世子都在。哦，对了，还有唐知锦，还有国公府的几个庶女。那不错呀，唐夫人也是死有余辜。沈飞一想到唐夫人还给他和仔仔下药，就气得牙痒痒。只不过他不惧怕毒药，他和仔仔才平安的。但是唐之灵可是受了好些年的毒害呢，唐夫人死有余辜。此时京城一处小院内，唐老夫人看着跪在地上的唐之义，眼里也没多少温度。唐老夫人不明白皇上为什么单独放了唐之义。如今国公府已经没了，你也不是我的亲孙子，这以后啊就不必找我了。祖母，哎，你也不必这么看着我，我说的都是事实，你父亲和我也没有血缘关系。祖母，我们都是祖父的孙子，您是祖父的正妻，就是我们的祖母呀。呸！别和我提他，要不是他生出那么个孽障，我的宗儿也不会死。让他那么容易去了，这是便宜他了。还有啊，你们这些孽障能活到现在，也是我心太软了。祖母，你说祖父的死是你？哼，他不过是下去陪他心爱的人罢了，他还要感谢我呢。你竟然……怎么？你要杀了我这个老太太？我早就活够了，如今已经为我宗儿报了仇，也能心安了。唐之义很气愤，但从小的教育让他没办法对唐老夫人动手。这是他祖母，虽然他从来都不喜欢他们这些孙子，但唐之义还是敬重唐老夫人的。唐之义又跪了下来。唐老夫人叹了一口气，从身上拿了一个盒子给他。哎，喏，这里面的药你吃了吧，
以后啊，就可以有孩子了。祖母，我和大哥这么多年无子，是被您下了药。是，就是我。唐志忠那个孽子，不配有子孙。他以为自己取代了我的宗儿，成了国公府的世子，就能高枕无忧了。我告诉你，他做梦。大伯他的死和我父亲有关？当然了，要不是他，我的宗儿又怎么会死？两人一起出去的，我宗儿死了，他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哼，真是太可笑了。祖母，这只是你的猜测，您没有证据，不是吗？不是你父亲又是谁？只看我的宗儿死了，对谁最有利，就知道是谁干的。老二，你也不要想着为你父亲洗白了，他都能干出造反的事儿，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他呀，野心大着呢，一个小小的国公都满足不了他，他精心布局20年，要的可是皇上的宝座，还弄了一个皇家的儿子自己养着，这就想着有朝一日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哼，真是好谋算呐。可惜呀，这上天不站他那边，他还是高估了他自己。皇家也不是吃素的，楚家皇朝怎么会轻易被颠覆？这不，最终他还是一样落得个惨死的局面啊！报应，都是报应啊！唐执意静静地看着唐老夫人发泄心中的怒气。怎么，你不觉得你父亲该死？唐国公该死，但我父亲不该死。唐老夫人惊讶地看着唐执意，捕捉到了他话语里的含义，快步走到他面前。啊，你是什么意思？老二，你刚才是什么意思？祖母，这么多年生活在国公府里的人不是我的父亲，他是个冒牌货。啊，不会，你不要为了给你父亲开脱，就在这里胡言乱语。唐老夫人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她曾经也是有真心对那个曾经教养过的孩子的，可是到头来伤她最深的还是他。唐老夫人想到唐志忠，虽然不是她亲生的，但也是在她身边养大的。她对唐志忠虽然没有对亲子那样好，但也没有薄待了他。作为国公府的庶子，待遇已经比其他府中的庶子强100倍。精心培养宗儿的同时，也没有落下他，给他请了好的武术师傅，还有夫子先生，真是文武全都没落下，就盼着他能成为宗儿的帮手。确实也没有让他失望，宗儿和那庶子一起长大，感情也好，好似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谁料一夜之间竟然天翻地覆，他的宗儿死了，世子变成了唐志忠。他做的也极好，好似他天生就是世子的人选。京城的人都夸他会教养，新世子也是文武全才，可谁又知道他的心里有多痛？你不要给你父亲开脱，还什么冒牌货，我不相信，那就是他狼心狗肺害死他的亲哥哥，想取而代之。祖母，在府中的唐国公真的不是我父亲，我亲生父亲恐怕早就遭受他的毒手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在骗我，对不对？唐志毅摇头，他轻轻地拉开自己上衣，露出了身上的伤。祖母，有哪一个亲生父亲会对亲儿子下如此重的手？怎么会？老二，你身上的伤是他弄的，你到底知道什么？祖母，我怀疑20多年前北地战事停歇，从唐国公抱回唐之灵回府，从那之后的唐国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了。我父亲或许在与鲜卑交战中人就死了，这么多年生活在大禹朝的唐国公或许就是鲜卑的细作。从前母亲经常偷偷抱怨父亲偏爱姨娘，他这些年独守空房，我猜唐国公是害怕我娘看出他是冒牌货吧。那人没有戴面具，长得又和你父亲相似。祖母，四弟是后出生的，但是和我也有些像，几个庶妹和我们也有相似的地方，也能看出是唐家人的影子。那个傻的唐国公会不会也是祖父的孩子？唐老夫人眯缝起双眼，仔细回想，
终于，他想到一个女人，难道是她？是了，一定是她。她肚子里有孽种，是真的，还生了出来。祖母，您怎么样？唐老夫人想起了一个最纯之女，柳湘君。我还真是个傻瓜，到现在才看透，唐干，你真是骗得我好苦啊！唐之义看着苍老的唐老夫人满脸是泪，也是很好奇，祖父和祖母之间到底有什么纠葛？祖母，柳湘君是谁？和祖父有什么关系？可是唐老夫人都没有反应，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哭哭笑笑的。唐之义看着有些疯癫的唐老夫人，知道再问下去也没有结果。嬷嬷，把祖母送回房间，我去请大夫。好的，二公子。仔仔，怎么了？娘亲，我有个人想要你去看一看他。人在哪里？现在就在我们府上。沈飞纳闷了，好家伙，这小子把人都带回来了。不过他怎么感觉这王府像是易主了一样？难道是因为他太懒了，许久不管事了？好些事情他还没有小豆丁知道的多。还有，这小子的胆子也太大了，没经过自己同意就带人进来。沈飞蹲下来和小福宝平视。人什么时候进府的？就今天。小福宝没由来的有些心慌。此时表情严肃的沈飞他是很少见的。平时娘亲不都是没心没肺的吗？今天怎么这么严肃？小福宝，你好像忘了，这个家谁才是老大？小福宝还没有被别人这么对待过，沈飞从前也没教训过他。娘亲，小福宝，这个家都得听我的，以后不准轻易的带不相干的人进府，明白吗？好。沈飞松开手，看到小福宝有些红的脸蛋，有些心虚。人在哪里？我和你看看，要是坏人就扔出去。沈飞看着小福宝继续碎碎念：仔仔，你还小，不知道人心险恶，有些人就会利用你们这些小孩子的同情心骗人，最后你可能就被抱走了，以后娘就再也找不到你了。沈飞觉得他这段日子过得太懒散了，就是仔仔的教育都没有跟上。在现代还是有人贩子的，这大禹朝也有拍花子和人牙子，自己崽子这么可爱，也很容易被骗的。沈飞牵着小福宝给他灌输了不少防骗指南。仔仔，娘亲的话你记住了吗？小福宝很想翻白眼，但是忍住了。他娘虽然整日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样子，但是观察力极好，他要是以后不小心一点，没准会暴露。娘亲，我知道了，这次这个人很特殊，是太子让送进来的。小福宝想到了太子这个挡箭牌。沈飞皱眉，太子还认识那人？走，那快点带我进去看看吧。于是两人就来到了下人房。等沈飞看到这人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主要是这手段太残忍了。沈飞急忙把小福宝的眼睛蒙上，害怕吓坏他。娘，我之前都看过了。哦，既然不害怕，就一起看看吧。他悄悄地走近，等看到这人的脸的时候，惊讶开口：这人是唐国公？此人是北地送过来的，但不是唐国公。沈飞摸着下巴仔细思考，想起之前做的实验，他快步上前，在男人的脑袋上拔了一根头发。男人看到沈飞的动作也吓了一跳，嘴里发出呜呜声。沈飞快速地把毛发放到空间里，然后掰开男人的嘴巴，发现没有舌头。沈飞有些兴奋：呀，也有舌头啊，太好了！沈飞想到还没来得及实验的药，人就兴奋起来。徐慧惊恐地看着沈飞，他们这王妃是有多变态？小福宝也很惊讶，这人这么惨了，娘亲还这么兴奋。哎，这胳膊这腿没事，一点事没有。唐志忠惊恐地看着沈飞，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后挪了一点点。放心，我不是坏人，我能救你的。唐志忠拼命摇晃脑袋，想要离沈飞远一点。沈飞看到男人眼中的惊恐，也察觉到自己真的太兴奋，把人给吓着了。他的声音变得更轻了一些：你放心，我有好药，真的，我给小动物实验过，它们脚趾没了，都又重新长出来了。
真的唐志忠更惊恐了，他拼命地摇晃脑袋，想要离沈飞远一点。沈飞这下尴尬了，他转头看小福宝和徐慧两人，就看见徐慧也是一脸惊恐地看着他。小福宝还好一些，毕竟知道沈飞的实验室。徐慧则是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沈飞。世子，王妃，我看还是请太医来负伤，给他看病吧。王妃千金之躯，就不用为此人忙碌了。真的唐志忠闻言拼命的点头。娘亲，不急，他很重要，我可以去监牢里找来犯人给你试药。沈飞终于是知道这些人是不相信他的药了。不必啦，我的药非常珍贵，也不是谁都能用的，一共就带了那么几支，不是非常重要的人，我才舍不得给他们用呢。沈飞没有说谎，再生的药剂提取难得，可比蓝色和绿色的药剂还要难制造，怎么能轻易尝试？要不是这人是真的唐志忠，他想救他，听他说说当年是怎么回事，他才不愿意出手呢。唐志忠现在双手都废了，扭曲变形，根本也写不了字，而且还没有舌头，更说不了话，根本没办法说出当年的实情。小福宝把人带过来，就是希望沈飞救人，查清当年的事。还有就是唐家先祖有功，唐志忠落到现在的下场有些可惜。你愿意让我娘试试吗？反正你现在已经够惨了，我觉得试试也无所谓，总之不会比现在更惨。你不想知道你们唐家现在怎么样了吗？我想你一定有很多话想问吧。唐志忠点头。那好，那就试试吧。娘亲，你给他试试吧。小福宝转头，一脸讨好的看着沈飞。沈飞也是很好奇，先皇当年是怎么回事？怎么御驾亲征一趟，回来就带回来这么一个大阴谋呢？喝了我的药，还需要请个骨科大夫一起，好好给他看看。我可不会正骨。这手脚还能好吗？在喝药之前，错位的骨头全都要打断了，然后板正了，这样才行。唐志忠心里很慌，沈飞每说一个字，他的心就颤一下。他本来应该看透生死的，可是都回了京城，他想有尊严的回去看看妻子和儿子。看着沈飞年轻的小脸，强制把自己的疑虑压下去。沈飞听懂了他的意思。仔，他同意了，那就找个护卫打断他的手脚。唐志忠觉得自己一定是疯魔了，这母子俩好似都不是那么靠谱啊。小的那个和先帝那么像，大的这个又有点变态。沈飞完全不知道唐志忠的想法，确定了方案之后，他就带着小福宝离开了。时间不早了，也该准备睡觉了。不过这唐之灵怎么这个点都没有回来，太不寻常了。此时唐之灵正在青楼看歌舞，唐之灵没想到朱坤鹏说有事相约，会约在这个地方。要不是他说有大秘密，唐之灵死也不会来。朱坤鹏这次只邀请了唐之灵来，往日的狐朋狗友全都没叫过来。唐之灵脸色臭臭的，他觉得自己被骗了。青楼里的味道太刺鼻了，唐之灵用力地扇了一下。我说，朱大鼻子，你今天找我来，到底何事？荣亲王，一看你就没来过这地方，连个流程都不懂。到了这里，咱们先要看歌舞，等歌舞结束之后才开始聊正事儿。你急什么呀？你要是不说的话，哼，告辞。哎，别呀！你们过去陪一下荣亲王，陪他好好的喝一杯。他的王府可是空旷的很。于是有几个舞伎就眼前一亮。荣亲王年轻，他们早就心动了。要是能入了荣王府，哪怕是个小小的侍妾，他们也愿意。于是就有几人向唐之灵这边冲了过来。唐之灵脸色铁青，捂住鼻子。哟，官人来啊！哎呦，害什么羞呀？来啊！滚开！荣亲王，你真是太菜了，竟然吓成这样。唐之灵是有洁癖，他觉得这些女人都不干净，还往他身边凑。这时候突然从房顶上窜出几个人，把那些武伎像是抓小鸡一样给提溜走了。朱坤鹏看到几个黑衣护卫，吓了一跳。你们……唐之灵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些黑衣人，但是见到他们是帮着自己的，装作淡然的道：“是王妃派你们来的？”“不是，是世子安排的。世子发话，不准外面的女人靠近王爷的身边。”唐之灵想到奶乎乎的胖儿子，感觉很微妙。唐之灵，你儿子才3岁吧？不满2周岁，
朱坤鹏很难想象，这么小个娃娃竟然就知道防着老爹身边的女人了。朱坤鹏眼珠一转，然后对着唐之玲竖起了一个大拇指。高，实在是高，不愧是皇家人，釜底抽薪呐！朱坤鹏想到老爹也没少睡小妾，那后院的女人也是没少生弟弟，想到将来分了家要分不少钱，他现在突然有了灵感，或许他可以和荣世子好好学一学。你想多了，我儿子是担心我的安危。唐之玲可不相信小福宝是因为担心世子之位不稳才派人跟踪他的，他宁可相信这小子是对他这个老父亲的爱，害怕他受到危险。歌妓被扔到地上，朱坤鹏也没看到唐之玲的笑话，他看到唐之玲身边那么多暗卫，也歇了戏弄他的想法。他之所以这样，也是想报一下打架没打赢的仇。行了，你们全都退下吧。歌妓们揉了一下胳膊，才扭腰离开。歌妓都下去之后，暗卫也跟着消失了。唐之玲看到他们身手矫健，藏得非常隐秘，也是在心中佩服。唐之玲想到门外的武阳和武丹，也在心里腹诽，这人还是不能比的。此时守在门外的武丹打了一个大喷嚏。大哥，公子在里面没事吧？应该没事，这些歌妓都出来了，主子就更不用担心了。本来武阳还非常纠结回府之后要不要告诉王妃，毕竟王妃非常大方，现在完全不用纠结了。大哥，你看那个歌妓往这里看了好几次。武阳也发现了。你小心地跟上，看看是谁派来的。武丹身子一动，直接消失了。此时房间内就剩下唐之玲和朱坤鹏两人了。说吧，今天找我出来到底是什么事？我还真有个大发现和你讲，是我爹查到的。哦，和咱俩有关系？来，你凑近一点，我小声点。唐之玲有些嫌弃地看着朱坤鹏。你身上太臭了，别离我太近。臭毛病。哎呀，快说，我着急回家呢。来，你这人。见到唐之玲瞪他。好，我说，我爹不是派人盯着左安怀吗？然后发现这老小子竟然还养了一个外室。唐之玲一脸古怪地看着朱坤鹏。你爹调查左尚书干什么？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不对头，还想挑拨咱俩的关系来着，还在我面前给你上眼药。他不知道我这招比他熟练多了。嘿嘿，我没少用这招对付我那些庶弟，这老小子一看就不常用，让我抓个正着。这不，我马上回家找我爹了，然后就发现这老小子不老实，竟然还养了一个外室。我没来礼部的时候，左尚书有注意你吗？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他是冲着你来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得罪他了。好歹你也是亲王，他虽然是三品大员，也没必要针对你，除非你曾经得罪过他。我没得罪过他呀，我从前和他交集很少。那就要你回去查一查了。谢了。哦，对了，你说他养了外室，那处院子在哪儿啊？那院子可隐秘了，距离城门很近，在永和坊23号。唐之玲把地址记下之后，还是觉得奇怪。这左尚书都快40岁的人了，竟然还会保养外室，干嘛不带回府中呢？和你一样呗，家里有个母老虎。唐之玲斜睨了一眼朱坤鹏。以后不准打趣我的王妃，听见了吗？哎，该打，我胡说的，你王妃很大度。哼，这还差不多。我真知道左安怀那老小子能爬得这么快，38岁就当了礼部尚书，除了他娶了一个好媳妇之外，还因为他是凌霄的门生。凌霄当年可是户部尚书。凌霄，从前的户部尚书凌霄。就是他，你清楚他？那老头现在都是庶民了。唐之玲腹诽，凌霄他不熟悉，但是他孙子熟悉啊。唐之玲当初调查沈妃的时候，就把林宇环也调查了，只是没想到林家会和左安怀有关系。唐之玲感觉有团迷雾在向自己靠近，他也不能坐以待毙。虽然他已经是王爷了，不用担心皇上害他，但是别人的案件也不能不防。他是一家之主，身后有4个人要守护呢。谢了，给我提了个醒。哎，你也别客气，也是我爹让我告诉你的，给你提个醒啊。还有，是我爹觉得你现在是王爷了，又是我的上官，要和你打好关系，以后我还要靠着你关照呢。行，只要我能办到。
朱坤鹏听到唐之灵这么说，也嘿嘿地笑了起来。唐之灵和朱坤鹏离开青楼之后，就有人找上了跳舞的歌姬。荣亲王没有留宿？没有，奴婢根本近不了他的身。桌子上的酒他没喝？喝了，但是奴婢看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行了，看来得再找其他机会了。是。藏在暗处的武丹记下了歌姬的样貌，又快速地跟踪了那个男人。唐之灵坐在车厢里仔细琢磨，看来是有人盯上自己了呀。唐之灵到家之后，最先去沐浴，等收拾妥当之后才走进房间。谁料沈飞并没有在房间。沈飞？沈飞今晚很兴奋，所以没有和从前一样早早的卸下。他正在实验室忙活，就听到唐之灵在叫他，于是直接从空间出来。我在这里呢，你今天好晚啊。沈飞，我和你说，我今天……唐之灵把今天朱坤鹏的事和沈飞说了一下。就是这样，没想到左尚书还藏了个外室，而且他竟然还因为林家就迁怒我。沈飞却觉得没那么简单。从他在后世看到的电视剧和破案片来看，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不会是外室，按照你们的说法，左尚书算是个凤凰男了。科举成功之后，靠着老师和岳父在朝廷上站稳脚跟，那想必有着极大的野心。这样的男人把权力看得很重，朝廷3品大员养外室，被御史知道了，参他一本都够他丢脸的了。那你说，左尚书不是因为林雨环才来针对我的了？也不是，左尚书应该也不是主要针对你。林雨环又不是他的儿子，他犯不着为了他下这么大的力，除非这里面有什么利益牵扯，或者又有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且这个原因还足够的大，否则他犯不着来得罪你这个新鲜出炉的亲王啊。左尚书这么暗戳戳的挑拨，也是有些掉价的。唐之灵仔细的琢磨，你是说他有把柄在凌霄身上？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哪个朝廷官员屁股底下没点屎啊？哎，沈飞，那你说他那个外室，咱们要不要查查？查呀，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想看看。也行啊，到时候咱们俩一起去。唐之灵想到身边的暗卫，兴冲冲地和沈飞分享道：沈飞，我身边可是有好几个高手呢，都是小福宝给我的。哦，是这事啊，我知道。徐慧说咱们是亲王府了，规格都要提上来，这些厉害的人都是上面赏下来的。唐之灵也无所谓，皇上的人也行。他已经看出来了，他在皇上这里还算得宠，至少比其他兄弟待遇要好多了，他也不求更多了。小夫妻俩说了好些今日的见闻，两人才上床休息。此时小福宝也没睡，他也听着令策的禀报。你说左安怀藏了个女人在京城？是朱坤鹏查到的，今日约王爷在青楼见面的就是说这事儿。青楼？他去了青楼？是，但王爷一直记得要洁身自好，没有让那些女人近身。哼，算他识相。令策不敢附和，主子吐槽可以，他可不敢。宅子那边有人去了吗？莫四知道位之后，第一时间派人去查了。好，查清左安怀藏的人是谁，还有查清这次科举左安怀除了给林欢雨漏题，还有没有其他学子，有没有暗中的势力跟他勾连？是，属下尽快调集人手，尽快查清。好好查查他，还有他针对荣亲王的原因，速度要快，需要皇上那里开什么后门，尽管提出来。令策离开了。小福宝也是没想到，左安怀这个当年亲自选的榜眼会出问题。夜里，永和坊，莫四带着几人直接去了永和坊抓人。他们也是没想到，年轻貌美的小娘子是没见到，竟然看到个白发老太太。你们是谁？英姑看着这些黑衣人，猜测着这些人的来历。她藏在京城多年，一直都是相安无事，到底是谁泄露了她的行踪？动手！哼，找死！于是也飞身上前和莫四打斗起来。莫四见到英姑的身手也是非常诧异。你会武功？小娃娃，小瞧人了不是？说完不给莫四喘息的机会，直接飞身上前招招狠力。莫四知道自己是轻敌了，带来的人少了，
本来以为只是个普通的外室小娘子呢。不过他们几人功夫已经不俗，而这个白发老太太竟然这么厉害。此时英姑也是没想到这几人会这么厉害，这不是普通人家的护卫家丁。你们是大内护卫？莫四没有回答，捂着胸口。今天必须把人拿下，一起上！英姑原本没打算逃跑的，现在也不恋战了，她没有回去收拾东西，直接飞身离开。她不能暴露，更不能被皇家抓到。快，你们追！几人点头，直接追了上去。莫四受伤很重，他要回府禀报消息。翌日，小福宝起来之后也知道了莫四受伤的事。徐慧，给莫四请个好大夫，好好的养着吧。是世子。王爷和王妃在做什么？王妃今日换了男装，说是要和王爷去盯人。小福宝的心里一动，那老女人的功夫了得，可不能让娘亲冒险。于是他直接是去找沈妃了。娘亲，你要干什么去啊？仔仔，看看娘亲是不是很英俊啊？小福宝见到沈妃这样，摇了摇头。不英俊，但是漂亮。你呀，出去一看就知道是女扮男装的。沈妃也无所谓。走吧，今天去永和坊，那边距离西城门近，咱们有时间，或许还能出城去村子里看看。沈妃想起来，她已经好久没看长乐村的养殖地了。咱们家只养猪也不行啊，最好啊是养牛和羊，这样想吃的时候都能吃上新鲜的。娘亲，牛是要耕种的，不能轻易宰杀，而且牛的繁殖也没有那么厉害，一年也得不了多少牛。我知道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牛年年生崽子。小福宝眨巴着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沈妃。如果大禹朝的耕牛多了，那百姓耕种也会更容易。毕竟现在没有牛的人家都是靠人拉犁。要是娘亲的办法真有效，那也是造福百姓了。小福宝也不反对了。娘，那咱们家养吧，养好多好多啊。那不行，咱们家没有牧场，养多了咱们庄子放不下。牧场？小福宝暗暗记下，也不是不可以啊。我就想养几头，每年能杀了吃肉就行，养多了麻烦，没必要。小福宝觉得有必要啊。他本来还想和沈妃一起出门，但现在不行了，他想进宫找太子。娘，那你今天出门把令册带上吧。你不和我一起出门啊？沈妃狐疑地看着小福宝，觉得他很奇怪。他自认为儿子也是喜欢凑热闹的。我今天要进宫一趟，你们去吧，小心一点。没有皇上的召见，你是进不去的。皇上给了我腰牌，我随时可以进宫。唐志玲心想，好吧，儿子比自己吃香啊。不过儿子和太子关系好点也不错，这样荣亲王府下一代的荣华也能延续下去。仔仔，你进宫早点回来，你妹妹们自己在家，我不太放心。娘，放心吧，我保证能照顾好妹妹们。沈妃和唐志玲前脚才离开，小福宝后脚就带着两个妹妹进宫了。此时两个小妞妞正在太子的宫殿，太子看到眼前坐着的小娃娃，也是喜欢的紧。太子妃在一边也是眼巴巴地看着两个小孩子，他摸了一下肚子，希望能早点为太子生下嫡子。哎呀，你叫小叶子啊，这么喜欢笑啊。小叶子的长相更像皇家人，更喜欢笑。太子妃很喜欢小叶子。小叶子笑着和太子妃打招呼。太子妃把小叶子抱了起来，走到一边轻轻地摇晃。花花看了一眼姐姐，就不再关注她，而是老实地坐在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太子和小福宝说话。你去给我弄一个牧场，要大一点的，最好在西城外。福宝弟弟，你要牧场干什么？有用，到时候养牛。太子心中犯嘀咕，皇爷爷重生了，爱好都这么奇葩了。小福宝好似看出太子的腹诽，我娘亲有办法让牛多生产，这样耕牛就多啦。太子心想，福宝弟弟，你知道你这话有多匪夷所思吗？福宝弟弟，牛生不生产，六皇婶也能管。小福宝有些尴尬，他轻咳一声，气急败坏的道：哎，让你弄个牧场是啥大事？小福宝也不是非常有信心，但是他觉得可以试一试。总之咱们试试看，要是真的能成功，那大禹朝的耕牛就多了，还可以用在马上，
到时候咱们的战马就多了。好，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还是要和父皇说一声。行，你去说吧，但牧场必须给我搞起来。还有牧场里的耕牛还有马匹都得给我挑好的品种。太子没一口答应，就是知道这牧场绝对不是简单的牧场，有牧场就得有牛马羊的。对了，也送些羊，我娘亲爱吃那个。太子还能说什么呢？我会和父皇说的。好久没吃宫里的食物，我们3个就在你这里吃啦。好，没问题。很快，太子和太子妃2人就和3个小娃娃一起用了午饭。太子妃母性泛滥，一直都有照顾2个小妞妞。这时候，有工人端着一碗鱼汤上来，太子妃闻到立即干呕起来。太子妃，你怎么了？小福宝却是眼睛一亮。太子妃是不是怀孕了？表妹，是真的吗？我也不知道。一定是有了，福宝弟弟说是就一定是。对，福宝弟弟是有福气的。太子常常把福宝弟弟挂在嘴边，太子妃也记住了，也跟着这么喊小福宝。小福宝看到2人说了半天也抓不住重点，立即吩咐道：快去请太医，把最擅长把喜脉的方太医请来。对，请太医。花花咽下最后一口蛋羹，就看着那边比太子都激动的哥哥，狐疑的上下扫视他。看到他那五短身材，小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对着宫里的熟年，也是暗暗的记在心里。哥哥在太子身边的时候，比在家里还随意。小福宝感觉有人在看他，转过头就对上了花花的视线。妹妹的眼神有些不同啊。小福宝自己就是个异类，他早就觉着这个小妹妹似乎太懂事了些，和旁边那个打滚还流口水的小叶子真是天差地别。2人的目光交汇，谁都没有离开，好像谁先离开视线就认输了一样。这时候方太医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恭喜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娘娘已经有了1个半月的身孕。真的？是，娘娘确实是喜脉。太好了，赏！太子也很激动，这是他第1个孩子呢。东宫因为有了好消息，太子大手一挥，给了东宫的工人们多赏了2个月的月钱。太子妃有孕的消息也一下子就传遍了后宫。此时的东宫也是非常的热闹。太子现在笑呵呵地看着大小老婆们。太子自从大婚以后，除了同时娶的1个太子妃、2个太子良娣之外，现在还有了梁元2人、程辉4人、昭训4人、凤仪3人。如今太子妃有了身孕，东宫的事务就交给司良娣和正良娣，刘良元帮着打下手。司妙兰紧紧地攥着手中的帕子，她看着太子妃的肚子也是暗恨不已。她没想到太子妃的肚子会这么争气，竟然怀孕了。司妙兰轻轻地捶了一下肚子，都是她不争气。刚成亲那会儿，太子明明去她房里的次数是最多的。司妙兰陷入自己的情绪里，没有立即答复。臣妾定然不负太子的期待。臣妾谨遵太子吩咐，定会好好辅佐郑姐姐和司姐姐。只有司妙兰没有回复，她此时正看着小福宝和花花3人。司妙兰看到小福宝，眼中闪现不喜。她发现自从是沈妃搬到了她娘家的隔壁，她的好日子就没了。她会失去了太子妃的位置，这都是沈妃害的。她对沈妃的这份恨意，让司妙兰转移到了3个小娃娃身上。沈妃那么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凭什么命这么好？现在不仅是荣王妃了，竟然还有3个可爱的孩子。如果她的孩子都死了，沈妃应该很伤心吧？妙兰，你在想什么？太子看到司妙兰一直没反应，反而是直勾勾地看着小福宝3人，皱起眉头。司良娣的身体不适，东宫的事务就不劳烦她了，邓良元补上。司妙兰一下子回过神来，什么东宫的掌家权？太子哥哥，我身体没事。太子听到司妙兰的称呼后皱了一下眉头。私底下只有他们2人的时候，太子觉得还不错，也挺甜蜜的。现在当着太子妃和其他女人面前这么喊，太子觉得很尴尬。就这么定了，司良娣好好养身体。司妙兰吃瘪，太子妃就高兴了。这时候有宫人禀报：太后娘娘、皇后娘娘驾到。孙儿见过皇祖母，儿臣拜见母后。在
参见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妃嫔们开始给太后和皇后见礼，呼呼啦啦跪下一大片。皇太后年纪大了，落座之后见到这么多人也是头疼。太子，让他们都下去吧。太子对着自己的妃嫔们挥了挥手，然后众人就行礼离开了。小福宝等人都走了之后扇了扇，他有些后悔没有带着妹妹先走，要不然去勤政殿找皇上也是不错的，总比在这里闷着强。人都走了，太后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床榻上的小福宝。这3个都是荣亲王家的孩子吧？是的，皇祖母。荣王妃还真会生啊，双胞胎的小郡主竟然可以一个像父亲，一个像母亲。还是福宝弟弟见我闻不了鱼汤，才怀疑我是怀孕了呢。哦，是小福宝发现的。这孩子这么小，懂得不少啊。小福宝皱着眉头看着皇太后。太子，把小福宝给哀家抱过来，哀家仔细看看。哎，这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哀家还看过他呢，和你皇爷爷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你皇爷爷回来了呢。唉，不过这也不可能，你皇爷爷一定是在地下陪着他那些妃子呢。也不知道我下去找他的时候，他还记不记得我。不过哀家也不着急去见他，哀家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不会像那个老家伙那样早死。小福宝瞪了一眼皇太后。皇太后人老了就喜欢回忆往事，现在见到太子站着不动，催促道：快点抱过来我看看。小福宝非常排斥，向后挪动了一下小屁股。太子走到小福宝跟前，刚想伸手就对上了小福宝的视线。小福宝死亡凝视着太子。太子尴尬了，这到底是抱还是不抱啊？福宝弟弟非常排斥祖母呢。快点！皇太后也生气了，她觉得今日的太子慢吞吞的。太子斟酌了一番，还是弯腰把小福宝抱了起来，往太后这边走去。小福宝眯缝着双眼，恶狠狠地看着太子。突然他伸出小胖手，死死地搂住太子的脖子，小脚也直接勾住太子的腰。不去，我不去。皇祖母，小福宝认生，他好久没见到你了，都把你忘了。皇太后可不管小福宝愿不愿意。放下来吧。由于小福宝抱得太紧了，太子很难把小福宝放下来。不要，我不要。皇太后见到小福宝这么不给面子，也歇了逗孩子的乐趣。她伸出手拍了一下小福宝的屁股。你这小子不识好歹，我可是你皇祖母。小福宝更不高兴了。回家，我要回家。皇祖母，小福宝进宫时间不短了，孙儿就送他回去吧。皇太后被小福宝扫了面子，也不想待了。好，太子妃，这胎你要好好的养着，不要太劳累了。皇太后叮嘱几句，就带着宫人回了慈宁宫。皇后把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她觉得太子对小福宝也是太纵容了。太子，荣世子年纪小还不懂事，顽劣一些也不打紧，但是再大一些，你就不能这么娇惯他了。母后，福宝弟弟很懂事的。皇后见到太子再次因为小福宝的事和自己顶嘴，心里有些不喜。她看着小福宝的眼神也没有最开始的温和了。太子妃有孕的消息也没有压过唐国公府众人砍头的消息。毕竟当初和唐国公一起造反的官员也不少，虽然他们或是被假的唐国公骗了，但做了就是做了，是没办法洗白的。唐之义一早就去了刑场，他现在还是觉得不真实，皇家真的放过他了，整个唐家人就放了他和祖母2人，其他的人都要杀头的。唐之义带着食盒给唐夫人陆如莹和唐之轩2人。此时唐夫人和唐之轩2人都是穿着白色的囚服，脸上脏污，看到唐之义的时候非常激动。老儿，老儿，你快救救哥哥！义儿，你怎么来了？快回去，回去！母亲，大哥，我来看看你。老儿，我听说老三成了荣亲王，你去帮我求求情，
让他放过我吧。哎，大哥，我曾经就劝过你不要对老三出手，老三是抢不了你的位子的，可是你还是出手了，这事儿皇上已经查出来了。老二，那你帮我说说，我真的是鬼迷了心窍，我真的没想害死老三的，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罢了。再说，这老三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叶儿，你大哥真的不能求情吗？唐之义看着唐夫人，母亲，你觉得老三不恨大哥和你吗？唐夫人沉默了。是我妄想了。母亲，大哥，你们吃一点吧。唐之义把饭喂到了唐夫人的嘴边，唐夫人吃了几口，唐之轩则是不吃，一直在求唐之义救他。到了唐之锦这里，唐之锦眼睛含泪。二哥，我为什么要死？我什么都没干呀！唐之锦的事情，唐之义还真问过，他早就有猜测，后来也得到了证实。老四，我和大哥不是唐国公的孩子，而你是他亲生的，所以你是没办法赦免的。唐之义不想母亲他们到死都不清楚原因。什么？老二，你说你父亲是假的？唐国公这些年不近唐夫人的身，只是睡那些新买来的小妾。唐夫人早年也有怀疑，但是又想不出来原因，现在终于是明白了。假的？我早就应该猜到的，你爹不会这么对我，不会这么绝情。没想到还真是这样。老二，你说谎，那人和父亲那么像，怎么能不是父亲？不是，他不是，我身上的伤痕都是那人让人打的。大哥，他真的不是父亲，父亲恐怕早就遭遇他的毒手了。至于他为什么会像父亲，祖母说祖父在外面还有个孩子，我猜就是他了。唐夫人听到真的丈夫已经死了，面对砍头的事竟然更坦然了。义儿，你能活着就好好的活，不喜欢京城就离开吧。今天的天气也是灰蒙蒙的，好像是为了送这些犯人最后一程的。见过王妃。宋太医不必多礼，我和宋燕是朋友呢。宋太医是来给唐志忠接骨的，他这几天看到唐志忠的恢复情况也是吃惊，但是他本来就见识过沈妃药剂的效果，毕竟他媳妇又怀孕了。没错，宋夫人都到了当祖母的年纪，去年生了一个还不够，今年又怀孕了。宋太医觉得他们夫妻俩要是不避孕，到了50岁估计还能生。宋太医，把这个药给他喝。宋太医拿着药剂就给唐志忠灌了下去。唐志忠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了，甚至还主动配合张开嘴，不让药水洒了。之前喝蓝色的药剂他是反抗来着，可是他的反抗太微弱了，他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但喝了药之后，他亲自感受到了那药的神奇，他能感受身体的好转，至少从前毫无所觉的双腿已经有了痛感，他的腿神经在恢复。唐志忠早年也是练武之人，自然知道这代表什么。沈妃看唐志忠这么配合也非常满意，她喜欢识时务的人。好了，这里就有劳宋太医了。哎，你爹也没去上职，这是干什么去了？小福宝也好奇呢。唐志玲这2天有点神秘，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走，咱们去书房看看有没有人。好的，娘。自从昨日在皇宫里见到不想见的人之后，小福宝最近都不想去皇宫里了。他在家玩不香吗？干嘛非要去宫里见那老太婆？仔仔，以后不准把妹妹们随意的往宫里带，明白吗？皇宫里的人也不全是好人，别看皇上和太子对你还不错，你就掉以轻心。后宫的女人心里毒得很，她们面上对你笑盈盈的，没准下一刻就能捅你2刀。我知道啦。知道就好。我听说宫里残酷得很呢，不是啥好地方。哎呀，总之听说宫里下毒呀、
换孩子呀、滑胎呀，都常见的很。咱们可不能去趟这趟浑水。沈飞尽量说的严重一些，让小福宝长点心眼儿。可是沈飞不知道，他像是说故事一样的事，上辈子的楚成燕是亲身经历过的。他一个没有母妃庇佑的小皇子，在后宫生活何其艰难，加上他父皇也不宠他，他小的时候过得还没有小太监好呢。娘亲，我想你抱抱我。沈飞看着圆嘟嘟的大胖儿子，弯腰抱着小福宝，然后尴尬了。仔仔，你好重啊！沈飞的身高还不到1.6米，身子又瘦小，小福宝又胖，所以还真没有以前好抱了。沈飞适应了一会儿，终于抱着小福宝往前走去。仔仔，你真是大孩子了。从前你小小一只，我就把你放在胸前，你坐在腰背上，咱们还去皇宫吃席了呢。是吗？我都不记得了呢。你那时候还小，怎么会记得啊？沈飞这边哄着大儿子玩，两人亲密的不得了。出来放风的花花和小叶子两人都被奶娘抱着。花花看到还和沈飞撒娇的小福宝，又迷惑了。这个哥哥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他？在宫里的时候是个小大人儿，还可以条理清晰的和太子要东西，现在又像个没断奶的小孩子。难道这个哥哥有精神分裂，有2种人格不成？沈飞和小福宝来到唐志玲的书房，就听到了武阳的禀报。王爷，我们发现那日的武姬有问题，武丹跟踪过的背后指使的人，发现那人的主子是左安怀。又是左安怀？是，武丹这几日都在盯着左大人。那有什么收获？是。武阳一把拉开房门，就看到了沈飞和小福宝。见过王妃，见过世子。沈飞已经快步走了进来，他把小福宝送到唐志玲的怀里，然后开始甩手臂。唉，儿子太重了，真是吃不消啊。有什么收获？我也想听听。沈飞已经知道唐志玲去了青楼，说实话，沈飞也想去看看，长长见识呢，看看现在的青楼和电视剧中演的是不是一样的。武丹发现左大人一切正常，没有异样。你要抓左尚书的痛脚，就不能只盯着他呀。他好不容易爬上了3品大员，自然非常爱护羽毛了。而且他那么大的官，手底下投靠他的人自然不少。你们要找他的把柄，最好的突破点就是那些看似不起眼但又需要办事的人。左安怀有事要办，自然是要安排别人去做的，光盯着他有什么用？王妃说的事，手下这就找人去查。可以去找刘三全帮忙。福宝斋的蔬菜卖得好，和京城的府中管事都熟悉，从管事和婆子下手会容易得多。对啊，从小人物下手，没准啊能捅了左安怀的乌龟壳呢。小福宝也是赞赏的看了沈飞一眼，他娘亲在关键时刻从不失手，他也是着了相了，总盯着上面的大人物了。翌日，沈飞和唐志玲起来之后就搬家了。昨日大件的东西，奴仆已经送到了新王府。马车上，小叶子也是活泼得很，乐呵呵地说着婴儿语。花花则是好奇地打量街道，车帘子必须要撩起来，否则这小丫头也是会生气的。本来以为你是个傻的，现在看着不像。娘亲，花花特别聪明，比小叶子聪明。小福宝通过观察之后，他发现也要防着点这个妹妹，否则在她面前就要暴露了。那太好了，我本来就担心你妹妹们出生在野外，没有照顾好她们，让她们智力有缺陷呢。小福宝想到沈飞受的苦，就觉得那么容易处死唐国公真是太便宜他了。很快就到了荣王府，唐志玲扶着沈飞下车，奶娘过来接2个小姐，小福宝站在沈飞和唐志玲身边，几人看着门前荣亲王府4个大字。我终于成王妃了。虽然家里下人已经喊了王妃喊了好久了，但是沈飞一直住在那小宅子里，感觉和侯夫人的时候差别不大，就是变了一个称呼罢了。现在看到那气派的王府大门，沈飞觉得这一刻他的身份变了。唐志玲再次看到豪华的荣王府，也还是震惊的。他到现在还记得单州王当初看他王府时那震惊的模样。小福宝看着2人不动，率先的走上前。走吧，都到家了。仔仔，你住哪里？带娘去看看。走，这边，我的院子在西边。
等看到小福宝的宅院和住所，唐之灵震惊的说不出话了。这比他在前院的书房气派多了，这哪里是小孩住的？沈妃，小福宝这里怎么比我这个老爹那边还豪华？我看王府的西面都是这小子的地盘。还有这处书房好像皇上的勤政殿的布置啊，家里的钱都花在这儿了。奢侈，太奢侈了。唐之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唐之灵一副你猜我信不信的眼神控诉沈妃。真的，我没有骗人，而且我忘了说了，我空间里的钱1分都没往外拿。什么？没花家里的钱？我回来之后没有人管我要钱，我就没有拿。那家里这几个月的花销，还有王府修缮的钱是哪里来的？看看这屏风和我的房间是不是很配？还有这个书桌，等我长大一点就可以在这边写字。仔仔，徐慧可以自己变出钱来吗？小福宝摇头。那家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皇上给的。此时勤政殿，皇上，荣王府的账单又送上来了。皇上放下笔，无奈地摇了一下头，然后才打开，然后就发现那叠好的纸哗啦啦地掉得老长。冯宝非常尴尬，看到皇上吃惊的表情也是好笑。皇上认识上面的字迹都是徐慧的字，这上面列的除了要找他报销的银两，竟然还有愿望清单，大到需要的珍贵摆件，小到需要给妹妹们的小玩具，全都列得清清楚楚。把这份单子给御用监送去，还有这些个新奇的小玩具给工部的匠人研究一下，法子都在上面，让他们尽快做出来。还有小福宝要的那2个御厨也送过去，他们搬了新王府就可以用上了。还有派一个太医，以后常驻荣亲王府。是皇上。坤宁宫，娘娘查到了。哦，那东西到了谁的宫里？皇后知道皇上去年得到了一颗半人高的红色珊瑚，后宫里的妃子们都很眼馋，皇后心里也很惦记。但最近发现那个珊瑚没了，皇后就立即派人查看，看看皇上是赏赐给了哪个妃子。皇后是后宫之主，小恩宠她不管，但是风头太过可就不行了。娘娘，红珊瑚没有赏赐给后宫的嫔妃，听说是荣世子喜欢，被抬进了荣王府。又是荣王府，皇后非常生气，她觉得皇上就是魔怔了。要不是荣王妃的样貌普通，也就是个小家碧玉的容貌，而皇上偏爱容貌艳丽的女子，她都要怀疑皇上是对荣王妃起了歪心思。娘娘，奴婢还听说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全都说了。娘娘，奴婢刚得到消息，荣王府的开销都是走的御用监。什么？真是岂有此理！奴婢听说荣王府的窗户都是用的玻璃呢，都是皇庄那边新研制出来的，屋子里安装了玻璃，屋子就会非常敞亮。要是咱们坤宁也用上玻璃，想必会更气派。皇后阴沉着一张脸，谁都看得出来她生气了。徐嬷嬷深深地看了一眼大宫女翠萍，开口缓和道：娘娘，荣亲王的特殊，娘娘也是知道的，皇上恐怕就是为了补偿他吧。翠萍听到徐嬷嬷开口，就不再言语。你先下去吧。娘娘，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嬷嬷有话直说。娘娘，老奴觉得皇上另眼相看荣王府，除了替先帝补偿荣亲王之外，单纯就是喜欢荣世子。毕竟荣世子那样的长相，天生就有优势。皇上的心结您也知道，所以皇上对荣王府的宽待，娘娘不必挂在心上。另外，太子的地位稳固，太子妃又有了身孕，娘娘又有什么需要忧心的呢？可是皇上竟然对荣王府这么大手笔，荣王府的房间都换上了玻璃，这造价着实不低啊。皇后没有说的是，她的坤宁宫都没有呢。娘娘，皇宫可比荣王府大多了，就算皇上想换，也要一点点的来。徐嬷嬷安慰了皇后好一会儿，才把皇后安抚下来。皇后虽然是后宫之主，但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和嫉妒心理。
这时候就需要身边有人劝导。徐嬷嬷就是这样的存在，她人老成精，加上旁观者清，有的时候判断问题比皇后还准确。徐嬷嬷出来之后，把大宫女翠环叫了过来。翠环，翠萍最近有见什么人吗？嬷嬷，说。翠萍和翠环都是从赵家送来的，而赵家正是皇后的娘家。嬷嬷，前些日子国舅爷传了消息进来，想让翠萍在娘娘面前给荣王府上眼药。糊涂！嬷嬷恕罪。徐嬷嬷叹了一口气，赵家的心也是大了，荣王府的事儿是那么好掺和的吗？徐嬷嬷想到皇后的情绪，知道这时候不好处置翠萍，否则好不容易劝住的主子没准又烦闷起来。行了，这事儿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郊外林家的小院内一下子来了2个大人物，左尚书和陈御史两人从前在朝堂上也是见过的，陈御史甚至还弹劾过左尚书，只不过都是小问题，皇上也没在意，弹劾的折子都压在皇上的御案前。陈御史弹劾的人多了，朝堂上没少得罪人。林霄见两人不说话，就开始打圆场。亲家，安怀，我今日请你们2位来，也是想问问环儿的事儿。按理说呀，他谋求的外任的职位也应该下来了。益州金山郡菏泽县不过是个小地方，也不富饶，环儿到此地做县令，并没有出格之处啊，为什么朝廷迟迟没有批复？是卡在哪个环节了吗？我也暗中打听过，是有人不满意林公子选的益州。林霄的神情一凛，难道是有人发现了他的心思？益州可是他为孙子选的好地方。是荣亲王出的手吗？他难道是因为荣王妃的原因报复环儿？不是荣亲王府阻拦的，是北境王府。北境王府怎么会？环儿和北境王府无冤无仇的。我打听了，问不出原因，只说了要让林公子到远一些地方外任。要不是我阻拦，林公子恐怕就要去边境的郡县了。好啊，北境王竟然这么欺负人！看我，不对劲呐！北境王一个大老粗都不在京城，这王府里只剩下一些妇孺，和环儿扯不上关系啊！环儿和王府的姑娘认识，可能是北境王府的人误会了吧？陈御史一言难尽地看着林霄，最后陈御史是臭着一张脸离开林家的。回到陈家之后，陈御史还是阴沉着一张脸。哎，怎么了？是被谁给报复了？陈御史嘴巴太毒，弹劾人家曾经被别人泼过大粪。哎，这身上也不臭呀。我也是看走眼了。啊？什么走眼了？当年要是不把若梅嫁到林家就好了，都是我害了女儿啊，害她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年纪轻轻就守了活寡，现在就是唯一的儿子也被教坏了。陈御史想到这里，就对林霄更不满了。当年为什么要参与楚卫的浑水？还有，现在好好的外孙竟然教育得如此小家子气。要不是林霄没有教育好，林宇环何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现在竟然还用上了那些不上台面的手段，想和北境王府结亲。现在好了，亲没结上，倒是结仇了。你这是抱怨亲家了？这过去你不是很看好他的吗？陈御史摇了摇头，把林宇环做的事和老七说了一遍。就是这样。有机会你去给北境王府的老王妃下个帖子，赔个罪吧。陈老夫人听到之后也是心里震惊，虽然她也想外孙找个高门贵女，可是这事儿不能是外孙亲自出马呀，也要他们这些长辈相看才好呀。好，我尽快去办。这次拜访的礼还要重一些才行了。尽快解释清楚。看来环儿得尽快离开京城了。陈御史现在也拿不准林霄了，总感觉这人会害了他外孙。大朝会上，
唐之陵现在是主客司的郎中，从五品的官职。由于和正五品还差半级，所以除了每月的初1和15参加大朝会之外，其他时间是没有机会来的。唐之陵从前可没来过，现在不一样了。第一次参加大朝会，他还是有些期待的。唐之陵来的时间不早不晚，其他官员看到他之后都微笑点头，唐之陵也是点头回应。他算了一下自己的官职，从五品应该是要站在大殿外面了，于是他老实的站在大殿外面等着开会。这时候恭亲王来了，一眼就看到了唐之陵这个显眼包。没办法，亲王的朝服和普通的小官吏那可是不一样的。恭亲王抽了抽嘴角，快步走了上去。站在这里干什么？恭王说，我等着上朝呢，这是从五品的位置。其他知道内情的官员身子抖动，有的人都是一耸一耸的，也不敢笑出来。跟我来，你的位置不在这儿。唐之陵前后左右看了一下，看到别人憋笑的厉害，知道自己闹笑话了。好的，恭王叔。于是唐之陵灰溜溜的跟着恭亲王往含元殿走去。唐之陵从前是侯爷的时候，身份也够参加大朝会的，可是皇上那时候不想见这个弟弟，所以贾尚书他们就没有告诉他这回事，所以那时候的初1和15的大朝会，唐之陵都错过了。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朝堂。看着恭亲王越来越往前，唐之陵的腿有些打颤，这是不是太近了？好了，你就站在这里吧。唐之陵心想，这个位置可不咋好，他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龙椅，也就是说他能清楚地看到皇上的脸。恭王叔，我能不能站在您身后啊？好，那你就站我身后吧。唐之陵立即走到恭亲王的身后，乖乖站好。这时候文官和武官都已经来了，自然也看到了新冒出来的荣亲王，看到他那年轻的面庞还有幼稚的行为，也是摇了摇头。很快太子和皇上先后上了大殿。皇上落座之后，正式开始上朝。上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唐之陵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完全放松了，因为他只需要听着就好，都是和他无关的事。就在唐之陵看着这些大臣在唇枪舌战、据理力争的时候，就听到了有人提起了他的名字。陛下，臣弹劾荣亲王与民争利。据微臣所知，荣亲王府经营的脂玉轩，每年的盈利高达数十万两，十分暴利。皇上看了一眼陈御史，怀疑这老家伙是在公报私仇，找弟弟的麻烦。但是陈御史在大朝会上提出来了，就不能不管。御史台的其他御史看到上官都出来了，他们也得有所表示。宋御史眼珠一转，想了一个名目。陛下，臣也弹劾荣亲王渎职，担任礼部主客司的郎中，却经常无故失踪。宋御史觉得自己表现不错，这个罪名既没有得罪荣亲王，又站在了陈御史这边，完美。朝臣听到宋御史找的罪名，也是抽了抽嘴角，这个借口还真亏他想得出来。主客司本来就清闲，一共才2人，现在又没有外来使臣，闲着不是正常的吗？陛下，臣弹劾荣亲王侠妓。这微臣亲眼看到荣亲王和朱员外郎去了青楼。李御史这话出来，朝臣也是一惊，这真的比陈御史还狠呢。哦，李御史可以仔细说说这事儿。荣亲王是单纯的欣赏歌舞了，还是留宿啊？大禹朝建立王朝之初，特意肃清了官场，不允许官员侠妓，所以青楼等地更多的是饮酒作乐、吟诗作对和歌舞表演等。真正敢留下来的很少，不是没有，但是只要不被抓到，没有御史弹劾，也没人管，除非你是得罪人了，有人每日盯着你的行动，抓住了你的小辫子。陈御史看了一眼李御史，不明白这人干嘛跳出来。他是弹劾荣亲王，不过是觉得造纸行业太过暴利，目的也是希望荣亲王把这份产业捐出来给朝廷。李御史这是受了谁的指使？还是他真的有十足的证据证明荣亲王侠妓？陈御史看到唐之陵气呼呼的脸，摇了摇头，还是个20岁的青年，还不会掩藏情绪。李御史没想到，没有等来荣亲王的反驳，皇上就直接问了，还直接问到了点子上。陛下，
臣就看到荣亲王进了青楼。至于后面，臣不敢肯定。不过这荣亲王年轻力壮的，府中又只有王妃一人，恐怕把持不住也是有可能的。皇上一言难尽地看着李御史，你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儿，还敢拿出来说？荣亲王，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启禀皇上，臣确实只欣赏了歌舞，臣的护卫和朱鹏坤都可以作证。而且那日卯时，臣已回了王府，王妃和府中的仆人都可为本王作证。皇上，荣亲王的证人都是和荣亲王有关系的人，臣以为不足为证。本王堂堂一个王爷，要什么女人没有？会看上歌妓？皇上，这荣亲王府只有王妃一人，荣王的话不可信啊！唐之灵气结，该死的，就是想往他身上泼脏水呗。本王可不是你，什么脏的臭的都要，本王只爱王妃一人。皇上听到唐之灵这话也觉得羞臊得慌。小六确实不适合来参加大朝会，官职也不能高过五品，否则每日都有笑话看了。唐之灵怎么是御史的对手？御史可是有名的大喷子，就算是没理也能变3分的主。就算是皇上有心偏袒唐之灵，也没有占到好处。就算他是皇上，偏心太过也是不行的，甚至会引火烧身，让御史的炮火冲他而来。毕竟能做御史的人也是有一些疯狂的，也想着能够青史留名。他们要真来个死谏，或者是撞柱而亡的事，那他们美名流传出去了，自己这个皇上可就丢人了。荣亲王的事儿以后再议，爱卿可还有其他事情禀报？众官员都摇了一下头。这一上午可是看了不少热闹，现在肚子也饿了，要赶紧回去吃饭了。退朝！六皇叔，你回去找福宝弟弟给你出个主意。啊，小福宝。唐之灵第一天上大朝会就被弹劾了，心情很低落。找他还不如找你六婶呢。唐之灵可不相信自家崽崽，他觉得沈妃还靠谱一些。行了，我回去了。唉，六叔还真是错把珍珠当榆木，要是福宝弟弟肯帮你，就是再来几个御史也不是对手啊。太子很同情唐之灵，毕竟皇上昏迷的时候他来监国，朝臣都想要把他给吃了一样。唐之灵到家的时候还是垂头丧气的。王妃在哪里呢？回王爷，王妃带着世子在游乐场。游乐场？王府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了？王府太大了，唐之灵刚搬进来还真没有全看了。啊，王爷，那是王妃专门给世子建造的，是小孩玩耍的地方。啊，那带我去看看。游乐场在王府的北面，距离皇城的延禧门很近。此时小福宝正在开心地笑着，他也是第一次玩滑梯，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一遍一遍地爬上去，然后又呲溜地滑下来，玩得很畅快。铁蛋儿看着眼馋不已，他虽然身体长得大，但是比小福宝小好几个月，说话和行动都不利索，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小福宝玩。最开始的时候，二妮儿还会抱着儿子让他滑几次，可是次数多了，二妮儿也没耐心了。小福宝就不用沈妃管，他自己就能爬上楼梯，然后自己滑下来。于是现在就是小福宝玩得畅快，铁蛋儿在旁边眼馋，嘴里还不断地喊着哥哥哥哥，我也要玩。小福宝看到铁蛋儿羡慕地看着自己，更高兴了，好像是特意和他显示自己灵活的腿脚一样。小福宝不知道，这时候他气铁蛋儿，等两人稍大一些的时候，他有多羡慕铁蛋儿。唐之灵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沈妃惬意地躺着。沈妃特意搭了一个凉亭，她此时正躺在躺椅上，还有小丫鬟给她捏腿。二妮儿坐在旁边，两人时不时会发出笑声。小姐，你都不知道，沈玉少爷现在还有小姑娘看上他了呢。哎呦，这沈玉才多大呀？难道是早恋了？沈玉那时候被皇上带走，然后交代了谢家的情况之后，皇上就给沈玉换了一个身份，还让他继续念书，现在在京城岳山书院。只不过要防着益州王，所以沈玉就没有和荣王府有牵扯。于是沈妃就派二妮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二妮的丈夫铁牛现在已经成了王府对正，从8品的官职，负责王府的守卫，所以沈妃也就放了二妮一家的奴气。王府护卫也是有品级的，铁牛是沈妃这边的老人，小福宝也不反对。
二妮儿现在成了小官太太，沈飞成了王妃，也没有架子，又没有什么朋友。从前还有江竹月来找他，现在不知道因为什么也好久不来了。沈飞还是很珍惜有二妮儿这个陪聊的说话搭子了，和他一起说说外面的新鲜事，否则沈飞能无聊死。沈飞非常感兴趣二妮儿的话题，正想仔细询问，就看到唐之玲走过来了，状态还有点不对。唐之玲，你下朝了？参加大朝会好玩吗？沈飞早上是见到唐之玲兴冲冲的离开的，怎么这回来就蔫儿了呢？王爷好。是二妮啊，铁牛怎么样？二妮儿见到唐之玲的亲王服，没了刚才的自在。他挺好的，那个王妃，我先去看看孩子了啊。说完，不等沈飞回答，扭着肥硕的身子向小福宝和铁蛋跑去。还真是灵活的胖子，跑得真快。确实快，不过二妮好像更胖了，刚才她跑起来，我都感受到了地面的震动。二妮就是易胖体质。对了，你还没说说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被弹劾了。谁弹劾你了？你干啥违法的事了？沈飞太激动了，刚才的声音不小，以至于在玩滑梯的小福宝都听到了。知道唐之玲被弹劾了，他也不玩了，从滑梯上滑下来之后，就哒哒地跑了过来。你被弹劾了？唐之玲看到地上的儿子，伸手揉了一下小福宝脑袋上的小揪揪。还是儿子关心他，不像是某人只会幸灾乐祸。唐之玲幽怨地看了沈飞一眼，沈飞这时候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太兴奋了。哎呀，唐之玲，你别生气，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我就是好奇，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啊？小福宝深以为然的点头，对，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他倒是要见识见识。陈御史弹劾我与民争利，宋御史呢弹劾我玩忽职守，这李御史更可恶，竟然弹劾我侠妓。小福宝看向唐之玲，好家伙，御史台总共就4个御史，3个人都出动了。宋御史弹劾这个说得过去，因为你经常翘班。陈御史说的与民争利是咱们福宝斋卖菜的生意吗？我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呢，而且也没挣多少钱呀。倒不是福宝斋，是芷玉轩的厕纸。哼，这陈御史还真有2把刷子，一下子就发现了咱们家最重要的生意了。快，你和我说说，陈御史弹劾你，你是怎么反驳的？那老头确实厉害，上半场弹劾别人的时候，那口才说的很多话我都没听懂，就见到被他弹劾的官员都被他喷哑火了。不过他弹劾我的时候啊，语言还比较直白，态度也算是和蔼，说的也都是事实，我就没反驳。陈御史还算是了解你的，知道说的隐晦了你听不懂。不过听说这御史的嘴巴都很厉害，我还没有领教过呢。小福宝见2人一直说不到点子上，也是着急了。皇上怎么说的？生意需要交上去吗？交上去也不是不可以，对他来说就是左口袋进右口袋，他想花钱管皇上要就行了。他就是怕娘亲损失了这个生意会心疼。哎呀，有点难办呢。皇上说这事儿日后再议。沈飞想到实验室里一箱子一箱子的银子，他几辈子都花不完。厕纸的生意他不是多在意。沈飞想到他们家的开销都是皇上掏的，所以大气的道：陈御史弹劾的事情好办，厕纸的生意就捐给皇上吧，咱们家不差钱。娘亲，你不喜欢银子了吗？喜欢呀，但是太多了也没用，更何况没有厕纸的生意，我还有其他的点子呢。等没钱了，咱们再开始做新的。小福宝知道沈飞没有吹牛，毕竟他的实验室小福宝是见过的。唐之玲见沈飞这么大方，非常感激。还是自己媳妇儿好。谢谢你啊，沈飞。沈飞白了一眼唐之玲，总说些没用的。现在就剩下你侠妓的事了。除了那天你去了青楼之外，其他的时间你去了吗？小福宝及时给唐之玲作证。没有，绝对没有。我没有啊，真的啊。沈飞瞪着眼睛看着父子俩。我真不喜欢那个地方，吵吵嚷嚷的，而且气味还不好闻。沈飞不过就是逗他罢了。没有就好。不过这个李御史倒是很有意思啊，他这是不想留你在礼部呀。
唐之陵被弹劾侠妓，最坏的结果就是礼部主客司的郎中做不了了，不当官了，唐之陵还是王爷，生活影响不大。沈飞直接说到了问题的关键点上，小福宝也是赞赏地看了沈飞一眼。唐之陵听到沈飞的分析也明白了，好像是啊，李御史好像就是这个目的。不过我从前也没得罪他呀，难道他是左安怀的人？李御史可能是左安怀的人，也或许他们有共同的利益。那就串起来了，左安怀和林家有关系，陈御史呢也是林女环的外公，他们都是为了林家。可是左安怀想要整我，为什么不直接找陈御史呢？还绕个弯子过来找李御史，这一点我想不明白。不对，我觉得不对劲儿，总感觉左尚书和陈御史两人也不是一条心。不必着急，我找人查一查，然后再看看李御史和谁走得比较近。唐之陵，要不然咱俩亲自查吧。咱俩？我可以换成男装和你出去，还可以跟着李家的女眷，方向多着呢。好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过我以后不能随便旷工了，所以可能需要你自己先查查。也不知道皇上把乔杉和小雨派到哪里去了。我其实还是很喜欢乔杉的能力的。小福宝吃惊地看着沈飞，娘亲已经知道了乔杉是皇上的人了。看来娘亲比自己想的还聪明。或许我趁着这次把芷玉轩的生意交上去，和皇上要人。好呀，把人要回来。乔杉的能力比武丹他们强多了。然后沈飞就和唐之陵两人嬉闹起来。沈飞说了一些好笑的事来逗唐之陵。小福宝不想听两人的腻歪，从唐之陵身上滑了下来，然后背着小手走了。徐慧见到小福宝走了，立即就追了上去。沈飞见到小福宝和徐慧两人相处的模式，也是觉得奇怪。唐之陵，你发现了吗？徐慧和仔仔好像很有默契。谁说不是呢？徐慧这人很听仔仔的话，他对仔仔很忠心呢。沈飞摸着下巴开始沉思，他前世可是看了不少小说的，那脑洞开的都离谱。况且他都能穿越，这个大禹朝有没有人会重生呢？沈飞想到这里，也想起了很多小福宝的不寻常之处。他从前没养过孩子，也不知道真正的小孩应该是怎么样的。可是自从他生了二胎，沈飞见到了真正的小孩，就对比出来小福宝的特殊之处。想到这里，沈飞的目光看向摇篮里的两个小妞妞。小叶子已经睡着了，小胸脯一鼓一鼓的均匀的呼吸着，但是花花虽然闭着眼睛，眼珠还是能感觉出来在滚动。花花发现有人盯着自己，睁开眼睛发现是沈飞，然后又放心的闭眼假寐。沈飞看到花花这个动作，身子有些僵硬。该死的，他从前是大意了呀，怎么就没发现呢？这份高冷感多么熟悉啊！沈飞心中有个猜测，但还不敢确定。他觉得要再观察看看，才能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唐之陵看到了沈飞的异样，还以为他是在为自己担心。沈飞，不用担心了，大不了我就不当官了呗。我其实也不喜欢去。没有，我是想起了其他的事情，和你无关。好吧，是他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地位。徐慧，把令册叫来。徐慧知道小福宝有事情要交代，急忙出去了。小福宝现在也是发现，令策是黑甲军首领不假，打仗在行，但是调查事情的能力还是差一点，至少没有乔杉厉害。乔杉这人或许还真应该要过来，不过李鹏举这人可不是左安怀能说动的。很快令策就走了进来。参见世子。左安怀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他可有给其他的考生漏题？属下调查了一番，没有其他学子牵扯到舞弊中，或许林公子是个个案。小福宝点头，他也想到了左安怀要不是因为林霄，绝对不会如此冒险。毕竟他爬到如今的地位也不容易，而之所以会答应帮助林玉环，绝对是有把柄落在林霄手中。小福宝其实更想知道左安怀到底有什么把柄被林霄拿捏。科举舞弊的方向不用查了，只需要查左安怀和林霄的关系。世子，林霄是个谨慎的人，属下曾想着找出林玉环在家里练习的卷子，但是没有收获。
林萧寺官藏老人自然是早就处理掉了，派人去左安怀的老家查查，或许能有突破。是，世子。查一下赵恒，看看他针对荣亲王的原因。吝策的身子一僵，赵恒可是国舅爷，皇后的兄长，太子的舅舅，太子妃的亲爹啊。世子，咱们查国舅爷，要不要告诉皇上？国舅爷赵恒太特殊了，赵家在长安城也是可以横着走的地步。毕竟现在的国母出自赵家，太子妃也是出自赵家。现在太子妃又有了身孕，如果太子妃生出了太孙，那这份荣誉将会一直延续下去。恐怕就算是皇子都要被比下去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就算是朝中的大人都想着提前站队，为的不就是从龙之功吗？可是赵家不同，无论是现在的皇上还是将来的太子继位，赵家的地位都不会动摇。吝策都能想到的事，小福宝自然也能想到。不用，悄悄的查，不用惊动皇上那边。还有，国舅爷也是太闲了，你去多派些人，无论赵家的嫡子还是旁支，都查一查，有那违法乱纪的人都给我查出来。证据找到了，给耿御史送去，御史台也都要动起来了。小福宝想到太子的后院也是很无奈，他也是没想到司太傅这人这么废物，就连个孙女都养不好。要是司妙兰是个脑袋清醒的，赵家的姑娘怎么会是太子妃？想到这里，小福宝又气皇上为什么同意赵宁寒来当太子妃，就算选郑国公的女儿也行啊。不过郑青桐现在也是太子良弟，要是赵家不听话，那么太子继位的时候，皇后也不是不可以换人。阿秋，阿秋，大哥，你生病了吗？没有，应该是有人惦记我了。想起有人惦记他，他就想起了小福宝。哎呀，福宝弟弟好久没来皇宫了。大哥，咱们去六叔家看看呗。我听说六叔家的新房子很漂亮呢。太子也有这心思，但是看到坐在那边像门神一样的二皇子，就不太想带他。二弟，我们出宫去六叔家，你去吗？还不等二皇子回答，就继续道：你要是没时间，我就和老三一起去。太子以为这么说了，二皇子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谁料二皇子却不买账。好呀，我正巧也想看看呢。太子心想，这个弟弟总是这么看不懂脸色。太子带着弟弟们来到了荣王府做客，沈妃也是热烈欢迎。他和唐之灵一家亲自出来迎接的，毕竟是皇子公主的。六皇叔，六皇婶，福宝弟弟，你们怎么一起来了？福宝弟弟好久不进宫了，我就出来了。小福宝看着太子戏谑的眼神，白了一眼太子，然后又看向二皇子和三皇子。二皇子这孩子好像是更阴郁了，老三还是老样子，傻乎乎的。咱们里面请，不要在门外站着了。于是一行人进了荣王府。太子的年纪比沈妃还大，所以沈妃也不想陪皇子们，就笑着道：小福宝，你陪着哥哥们玩耍，好好招待。好。于是小福宝就小大人一样把人领到了西院。沈妃也立即安排了下人送上了瓜果还有糕点。进入大客厅，小福宝小大人一样在最上首坐了下来。你们都随意坐吧。太子也是第一次来，四处看了看，就坐在了下手的位置。二皇子见到小福宝一个小孩子坐在上面，也是奇怪地看了太子一眼。太子是未来的储君，虽然小福宝是主人，但今天的位置也要让出来呀。可是两人就是这么默认了，谁都没有在意。二皇子觉得太奇怪了，不过看到小福宝那么一大点儿，也觉得自己魔怔了。这么小，能听懂他们的话就要烧高香了，哪还懂得君臣有别，位置高低呀？于是，在太子对面坐了下来。三皇子和三公主就没想那么多了。我感觉这里很熟悉，跟皇宫里差不多了，没意思。徐嬷嬷的心里一惊，她快速地看了一眼太子，发现太子并没有任何异样。徐嬷嬷仔细地看了一眼上手的小人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皇上和太子两人都另眼相看？你们尝尝这个奶茶，非常好喝。哎，好喝，好喝哎！小福宝，这个奶茶的方子可以给我吗？我回宫也想喝。没问题。哎，这糕点和皇宫里的味道好像，
但是手艺要更好些。太子在心里腹诽，这就是皇宫的御厨，只不过现在来了荣王府。众人吃完之后就开始参观荣王府。等二皇子看到好些珍贵的物件就这么随意地摆在西院，心里也是真的酸了。他的父皇是真的宠爱小福宝的。二皇子看到了他母妃心心念念的红珊瑚，就算他母妃在最得宠的时候，父皇也没有赏赐给母妃，现在就这么大咧咧地摆在小福宝的待客厅，好像就是个随意的摆件。他听母妃说过，就是皇后也惦记过呢。这红珊瑚可是从南海得到的，非常的难得。二皇子在观察太子的脸色，想看出一丝嫉妒之色，可是太子非常坦然。小福宝，你家的游乐场呢？我想去看看。走吧，带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游乐场。小福宝不知道，他这么小一只雄赳赳的样子，加上脑袋上的小揪揪，再配上一身红色的衣服，真的很像一个显摆的大公鸡。小福宝跑在最前面，没办法，这些人的步子太大，而他又想显摆，所以别人走着他就得跑起来。这就是我的游乐场，我娘专门给我做的。太子看到小福宝这样，抽了抽嘴角，这福宝弟弟真是无时无刻都要显摆一下呀。太子见到了小福宝的滑梯，也承认这是个好东西，毕竟非常适合小孩子玩耍。但是更让他惊奇的是，游乐场的地面真是太平整了，这地面太光滑，显然不是石砖能够做到的。哎，大哥，这地面是用什么做的？太子和二皇子两人蹲下来，仔细地摩擦着水泥地面。真是太平滑了。二皇子已经14岁了，现在也懂了一些常识，所以也发现了水泥的好处。太子想到的就更多了，这么神奇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得更广啊。看到小福宝在和三公主和三皇子显摆，他就叫来了徐慧。徐总管，这地面是怎么做到的？是张光真那边新研制出的材料，现在王府还只有游乐场使用了。好，我知道了。三皇子现在看着小福宝在玩滑梯，很羡慕。福宝弟弟，这滑梯太小了，没意思啊。你长大了，玩不了。三公主也羡慕，她也玩不了，所以只能去玩那边跷跷板和秋千。其实她最想玩滑梯了。唉，我要是再小一点就好了，四皇子和四公主就幸运了，到时候能来玩。三妹，你去和父皇要呗，建造一个大一点的游乐场。哎，也可以。要是父皇不同意，我还可以找我母后呀。徐嬷嬷站在一边听着三公主说话，一边查看这边的游乐场。她也不得不承认，荣王妃是宠孩子的。除了大滑梯，竟然还有一片沙地，一看就是给小孩子玩沙子的地方。徐嬷嬷知道小主子小的时候都是喜欢玩沙子玩泥巴，他们这些下人都是反对的，就是碰都不让碰一下呢。现在荣王妃竟然还给孩子们专门留了出来。小福宝，那边是干什么的？怎么还围起来了？哦，那边还在建造，是打算做球场。马球场？地方不够吧？不是，等建好了你们就知道啦。小福宝也不清楚沈妃说的那个叫足球的东西长什么样，但他很期待，只要是娘亲给他准备的东西他都喜欢。小福宝不知道沈妃是看他只长肉不长个子担心了，所以就想着把足球造出来让他多跑一跑。天黑的时候，太子和三公主他们才离开荣王府。太子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管事张光真。等皇上知道还有这好东西的时候，就有些责备地看着张光真。沈氏还真是有两把刷子，送到他身边的人还真都对他挺忠心的，无论是乔杉还是张光真，就连那个谭卓也是在一心为了老六着想。哎呀，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张光真跪在地上，没有听到皇上叫起，就不安地挪了一下双膝。皇上已经接到了唐志玲的请罪折子，知道他和沈妃两人打算把纸玉轩的生意交上来。造纸生意交上来，那就包括了下面所有的工匠。皇上属于大赚一笔，
毕竟去年的年底盘账的时候，他的镜子作坊可没有造纸作坊挣钱呢。现在的玻璃作坊火爆了，还是从沈飞那里知道，这个玻璃不只是能造镜子，还可以安在窗户上。小镜子一家才需要几块啊，代替窗户纸安在窗户上才是正途。有了荣王府的实验，黄庄的玻璃作坊终于是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上了正途。从前他们都是舍近求远了，先是造出大块玻璃，然后再最终造成镜子，然后镜子卖不出去。现在完全是省了那套工序，还更赚钱了。短短的2个月时间，皇上的腰包可是鼓了不少。但是这次的思路还是从沈飞那边得到的启发，皇上就觉得黄庄管事的脑子不行，就是连张光真都比不了。瞧瞧，短短1年半的时间，张光真给沈飞赚了多少银子。皇上想到这里，看张光真的眼神都和善了。张爱卿，请起。张光真一时有点蒙圈，张爱卿，这说的是他吗？还有，皇上用了个请字，这个请字需要对他一个小小的管事用吗？张爱卿，想必你也知道荣亲王把造纸作坊交了上来。是陛下，臣已经把账本都带了过来，还有人员的册子，只需要陛下派出管事和臣对接就好了。皇上皱眉看着张光真，这老小子难道不想留下？朕看你管造纸坊管得不错，就继续管着吧。张光真眉头一跳，皇上真是想留下他呀？这要换成是从前，他一定会高兴地在地上打滚。可是现在他心里很犹豫。皇上把张光真的神情看得很清楚，心里有些不满。难道在他这里机会不是更大吗？可是皇上忘了，他身边不缺人。张光真回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被皇上抛在脑后了。启禀皇上，臣当初和荣王妃签了卖身契，还是荣王府的人，还请皇上恕罪。张光真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借口。皇上抽了抽嘴角，好家伙，为了不给他干活，就连签了卖身契这么丢脸的事儿都提出来了。唉，罢了，他也不喜欢强人所难，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如此，那你就好好的向新管事交代一下造纸作坊的运作情况吧。谢陛下。皇上心想，哼，还不如不谢。难道朕的御下之道真的出现了问题？张光真脚步匆匆地离开了皇宫，然后就去了荣王府。沈飞见到张光真这么晚还来王府，还很奇怪。本来他以为张光真一定也被皇上招揽过去了呢。参见王爷王妃。哎，张管事请起。他也是好奇张光真这时候来想说什么，毕竟天色不早了。张管事，皇上有没有留你？沈飞非常直接，他就想知道张光真是不是来找他辞行的。张管事大才，皇上要是留你，你答应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王爷王妃，我没有留在芷玉轩，我是王妃的属下，签了卖身契呢。属下是王妃的人，怎么会舍弃王妃投奔皇上呢？张光真已经拒绝了皇上，王府这边可得要巴结好了，所以说的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唐之灵有点不太高兴，什么王妃的人，可恶！对，你和我签了卖身契的，是我的人，没错。张管事快起来，你不必担心，赚钱的买卖我有很多，咱们再干别的就好了。王妃，您可是有好的法子？目前还没有，但不着急，咱们王府有钱。张光真心想，我当然知道王府有钱了，王府的开销花的都是皇上的，可是我想赚提成啊。王妃，属下觉得您做的那些护肤品就行，那东西暴利呀，而且还是赚那些贵妇人的钱。沈飞摸着下巴，仔细思考着这个可能性。后世的美容可是赚大了，那些护肤品都是卖爆了，韭菜割的一茬又一茬。但现在的护肤品都是需要在他实验室中调配好的，也就是说他需要亲自干活。沈飞现在穿衣服都有人给他穿，实在不想每天闷在实验室里劳动。行，张管事的提议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这些日子张管事先休息几天，陪陪家人。好的，王妃，那属下就先下去了。不急。张光真站定，好奇地看着沈飞。彩霞，进来。
这时候，彩霞拿了一个托盘走了进来。张光真就看到托盘上摆了一摞银锭子，每个都是20两银子。张管事，这里是500两，你拿回去吧。这些日子好好休息，等我想到要做的产业，会给你消息。张光真看着银子，觉得这东西确实比银票看着吸引人。沈飞看到张光真的表现也满意了，他也觉得银票不行，就是一张纸，看着没感觉。谢王妃，属下一定为王妃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呀。不必，张管事只要帮我赚钱就好。最后，张光真是笑呵呵地走出了王府。暗卫把张光真从皇宫出来，又去了荣王府，还有从荣王府离开又带着银子的事儿禀报给了皇上。还是荣王妃大方啊。皇上想到自己赏赐有功的朝臣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墨宝，墨宝随便写写就行了，省钱还省事儿。皇上不过是随意感慨一下，想起来沈飞弄出来那个叫水泥的东西，心里一阵火热。水泥的作用可不小，按照太子的说法，这东西无论是修桥还是铺路都有大用处啊。看来明天早朝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说出来，让工部运用起来。水泥的造价低，材料简单，荣王妃这又是大功一件呢。皇上想到太子提到了小福宝想要在京城郊外一大片牧场养牛羊给沈妃加餐，当时他没有立即答应，不是没有地方，而是皇上觉得小福宝对荣王妃太好了，他就没有一口答应。现在看来，荣王妃对大禹朝有大用啊。冯宝，去把京城东边的那片地的地契给荣王府里送过去。是，陛下。很快，荣王府就接到了圣旨。由于荣王府和皇宫挨着，真是走过来都不需要1刻钟。沈妃对于前些日子念叨的牧场来了，还是很高兴的。他觉得皇上这人还能处，知道好赖。他把荣王府最赚钱的产业交上去，也不是不可惜的。刚才送走了张光真，他又去空间里抱了好一会儿银子，发现每年10几万两的银子就这么没了，他多少是有一丝丝心疼的。现在不会了，看到那么大一片地，还是京城郊外的，那可是老值钱了。于是沈妃和唐志玲2人就喜滋滋地接了圣旨。冯公公有劳了，皇上真是太大方了。放心，等我的牛羊养好了，给皇上送肉吃。冯公公，这是我的心意，请收下。沈妃给冯宝准备了100两的银票，毕竟这次的收获有些大。冯宝是皇上身边的红人，送钱的人可不少，可是真敢拿的钱很少。他想要继续在皇上身边做事，那就要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可是荣王府的钱是可以收的，特别是荣王妃给的，因为他给的钱真的就只是打赏，不求回报的那种，也不会和你套话或者打听宫里的事，所以小太监们都喜欢来荣王府宣旨。那咱家就收下了，谢王妃娘娘赏赐。沈妃送走冯公公之后，人有些兴奋。唐志玲，你大哥还不赖呀。唐志玲也挺高兴，心里对皇上的好感又加了一层。翌日大朝会上，还是和平常一样，商讨完了国家大事之后，终于是有时间处理唐志玲的事了。毕竟御史台的3名御史都出动了，不能是不了了之的。所以皇上拿出了唐志玲的请罪折子给陈御史他们看了。针对荣亲王与民争利的事情，荣亲王府已经把芷玉轩的生意交给了朕的皇庄。启禀皇上，既然是荣亲王上交，是不是要交给国库啊？刘尚书每天为了钱发愁，现在有了生意，那必须要充公啊。交到皇庄，那可是皇上的私库了。刘尚书可是把皇上的产业摸得门儿清，就连现在最赚钱的玻璃作坊，刘尚书都想要。不过刘尚书也知道这事儿有难度，毕竟那是皇上一手经营出来的，他不会轻易放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荣王府的产业，皇上应该没那么心疼。陛下，荣亲王大度，可以主动上交产业，微臣佩服。不过臣觉得刘尚书说的对，造纸坊利益庞大，和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河北道等地都有生意往来，交到国库才是正途啊。
皇上看到陈御史和刘尚书两人一唱一和，就是不肯把造纸作坊归为他的私有，也很无奈。陈御史早就想到他上了折子之后的各方反应，也把荣王府的应对之法也想到了。陈御史弹劾唐之陵，还真不是为了替外孙报复荣王府，那些在他看来不过是小事，不值一提。他当初的目的就是觉得造纸坊的生意可以全国推广，而且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那这份产业怎么可以放在荣王府？那样不利于大禹朝的局势稳定。就算这一代没问题，到了太子继位那一代也会出乱子。毕竟荣亲王是草包，但是荣世子不是。那小娃娃小小年纪就显露出帝王之相，还有那容貌，要是真和太子有了不和，太子完全不是荣世子的对手。别看太子已经大婚了，而且太子妃又有了身孕，但陈御史觉得太子妃生下的孩子还真不会比荣世子更聪明能干。所以为了避免荣王府做大，必须断了荣王府的经济。毕竟想要起兵造反的王爷，要先有钱才后有兵，所以他才出手弹劾荣亲王。但他也同样不会让皇上掌握这笔钱，钱放在皇上的私库，那就是皇上自己的腰包，他想干什么都行，朝臣也管不了。要是放在国库，那皇上想花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国库的钱不是皇上一人说的算，还要朝臣各方势力的钱制呢。皇上和朝臣既要互相依赖，又要相互掣肘，才是长久之道。陈御史想到先帝，那就是私库比国库有钱，所以人家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现在的皇上还没有染上先帝的恶习，所以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所以为了说服皇上，嘴巴都说干了。陛下，造纸坊归在国库，势在必行啊！是呀，陛下，去年朝廷和东西突厥2次交战，国库早已空虚。如今荣亲王大度，主动捐献造纸坊，也是为了造福百姓啊！这份心意还要百姓感受到啊，陛下！皇上揉了一下鼻子，听得耳朵都长茧子了。他自己也不是陈御史的对手，说不过他，而且其他御史也不帮着他。好，那造纸坊就归国库所有。陛下英明，陛下圣明。陈御史和刘尚书互相对视一眼，都满意了。陈御史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就乖乖地站回了队里。李御史和宋御史也弹劾唐之陵了。宋御史那就是讨巧，没有大问题，但李御史不是，他是有目的的，而且背后之人也是给他下了死命令。启禀陛下，这有关荣亲王侠妓的事儿，臣觉得还需要请大理寺的人调查一番才行啊。皇上看了李御史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下手的赵国公。哦，李御史可是有实证，不要凭感觉和你认为。陛下，臣是亲眼所见这荣亲王去了青楼啊。贾尚书这时候站了出来。李御史，你是不是和荣亲王有仇啊？贾尚书何出此言呢？李御史，你从前弹劾官员也算是言之有物，讲究实证，这一次居然凭空推断，本官觉得李御史有公报私仇之嫌。贾尚书，那日是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不成？那也未必，毕竟是李御史你的一人之言罢了。荣王府多人的证言，李御史都觉得不可信，怎么你的推断就可信了？李御史很无奈，他想要搞掉荣亲王的官职，只能找这么一个借口。毕竟这一次还是好不容易蹲守来的呢。贾尚书强词夺理，还请陛下明鉴。李御史没有办法，只能找皇上给个说法。皇上早就有准备。来人啊，请主客司员外郎朱坤鹏上殿。臣主客司员外郎朱坤鹏拜见陛下。磕完头之后，还扭头看了一眼自家老爹广安侯。广安侯瞪了一眼儿子，让他好好表现。皇上也不计较朱坤鹏的小动作。朱员外郎请起，你来说说那日你请荣亲王吃酒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你们两人都干了什么？陛下，我们那日就去喝酒了，还看了歌姬跳舞。有歌妓对吧？
这荣亲王是不是和歌姬一起吃酒了？是不是留宿了？没有，歌姬陪的是我。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一些歌妓向荣亲王扑了过去。李御史不相信，喝了带药的酒，还有美女入怀，能有哪个男人把持得住？所以他才会言之凿凿，并且想要皇上请大理寺来断这个案子。李御史一定没看到后边，那些女人是想扑倒荣亲王，可是被荣世子安排的人给抓起来了。荣亲王不仅自己惧内，荣氏府的小世子也防得紧呢，就是防止荣亲王生了别的孩子，他的地位不稳，所以不准任何除了荣王妃以外的女人靠近荣亲王。荣亲王有内心都没那机会。朱坤鹏说嗨了，没注意到是在大朝会，直到看到老爹的瞪视，才一把捂住自己的嘴巴。今天的天气不错，咱们去城东郊外看看我的牧场。好呀，王妃，咱们都好久没出门了呢。是吧？等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去西市逛一圈，看看有什么新鲜货。好的，王妃，我去准备准备。沈妃穿戴好之后，就来到了2个小妞妞的房间。默默，咱们今天去城外，给花花和小叶子都穿上连体裤。王妃，我这就取过来。沈妃点头，然后看着摇篮里的花花。花花，你这么可爱，给你穿个小乌龟的吧。花花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沈妃，沈妃也没有挪开视线，反而是兴味更浓了。沈妃心中有个猜测，就是想不断地试探，到底是不是他。花花被看得很不自在，翻了一个身，侧躺着，不再看沈妃。沈妃勾起嘴角，小样儿，心虚了吧？倒是旁边的小叶子见到沈妃只和妹妹玩，不同意了，于是啊啊的叫了几声，唤起沈妃的注意力。小叶子，一会儿穿新衣服啦，还是小青蛙的哟。小叶子非常捧场，咯咯的笑了出来。小叶子，你喜欢是不是？是啊，真乖。沈妃摸了一下小叶子的嫩脸蛋，漫不经心的开口：哎呀，这真小孩和假小孩有了对照，还真好区分呀。花花的身子僵硬了一下，然后屁股又拱了一下，就是不和沈妃对视。沈妃也不计较，哈哈哈的笑着走了出去。彩霞，小福宝起来没有？咱们要出门喽。王妃，徐总管说世子马上就到。小福宝穿戴好之后就来和沈妃会合了，没想到竟然在大门口碰上了三皇子和三公主。六皇婶，你们这是去哪里呀？我们打算出城去郊外。2个小妹妹也都去吗？带他们出城玩一玩。他们能去，那我也能去。沈妃心想，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我是小妞妞们的妈妈，我当然可以决定，但你是公主，还是皇后的嫡公主，我怎么敢做决定？三公主，出城不是小事，还是要皇后娘娘同意才行。我看要不然下一次你得到皇后娘娘首肯，再和我们出城吧。老嬷嬷也不敢同意，毕竟出宫来荣王府玩耍就在皇城隔壁，非常近，但出城就不一样了。六皇婶，你们出城是去哪里啊？去城外看看牧场。那我也去。我更要去。不行，这次就不带你们了，没有皇上和皇后的旨意，我可不敢带你们出门。三皇子很失落，小眼神里都是对沈妃的控诉。这次去不了，还有下一次呀。我的牧场还没有开始建造呢，现在都是荒地，你们去了也没用。等我建造好了，再邀请你们正式参观。六皇婶，你不带着我们，就是怕我们有危险罢了。可是花花和小叶子这么小，你都能带着，带上我和三哥又怎么样嘛？谁让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呢？我也决定不了啊。还有，你们父母都是大禹朝最尊贵的人，你们俩呀也都金贵。说完，不和三公主和三皇子多说，直接吩咐道：走，咱们上马车，出城去玩。三公主想不到沈妃就这么扔下她了，三公主气得跺了跺脚，在心里暗骂沈妃坏女人。和三公主一起出门的老嬷嬷也皱眉，她虽然满意沈妃怕危险不带三公主出门的好心，但是觉得沈妃要是真的识大体，今天就不应该出门。三公主和三皇子都来了荣王府，荣王妃就算有天大的事都要放下，留在王府好好的招待公主和皇子。
像现在兴高采烈的出城玩，太不应该了。还有说什么三公主不是他的孩子，难道他还肖想皇后的位置不成？老嬷嬷看着远去的马车，觉得必须要把今天的事告诉皇后才行。啊，空气真好啊！沈飞张开双臂感受微风，然后向前跑去。娘，等等我！小福宝迈开小短腿，像个小炮弹一样追了上去。王府的护卫们看到面面相觑，府中的主子还真特别。护卫轻轻一抬脚，就落在了沈飞和小福宝前面。沈飞跑了一会儿，出了一身汗，他也觉得自己堕落了。这些天在府中不动，身体都僵硬了。江儿，那边的山是什么山啊？王妃，那边就是宝华山，不过咱们这是山后，您没看出来。宝华山？那岂不是宝华寺就在这里？是，王妃想要去宝华寺，咱们要绕过去。不用，我没有愿望要求菩萨的，就不去了。哎，江儿，那个小亭子是哪里啊？王妃，那个是霄云观。沈飞想起来了，去年他来上香还见过呢，只不过没有上去。走吧，咱们也过去看看。沈飞刚才看江二欲言又止的样子，开口问道：江二，那个霄云观是有什么问题吗？去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霄云观在8月份的时候就被查封了，整个霄云观的道人被清洗了一遍，听说是有假道士混入其中，借机敛财，坑骗了普通的老百姓。到了今年，霄云观才正式又开放了，但经过假道士坑钱的事儿，现在霄云观的香火没有从前旺盛了，威望也损失了不少。沈飞点了点头，轻轻地哦了一声。沈飞一下子就想到了乔杉，他记得那时候乔杉格外在意金丹的事，还有后来乔杉请假离开的日子，时间都对得上。还有回京之后听到的消息，皇上还昏迷了一段时间。沈飞觉得这其中一定有关联，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内幕是什么。不过现在霄云观都已经重新对百姓开放了，应该也没事了。和沈飞一样，小福宝也在想着霄云观的事，他知道的要比沈飞多一些。给皇上炼丹的道长就是清风道长，也是从霄云观出来的。皇上那时候虽然是纵欲过度，但也有吃多了丹药的原因，身子太亏了。而巧合的是，后宫的张美人和清风道长都是唐国公的人，两人是一起合伙想要败坏皇上的身体。好在这些人都已经被处死了。不过霄云观敛财和朝廷的官员有勾连，到现在还没有查清，只抓到了几个小虾米。小福宝想到这里，不满意的皱紧眉头。皇上办事也不行，就这么点事儿还磨磨唧唧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是不是给忘了？小福宝觉得他忘了这件事情有可原，毕竟那时候他太担心娘亲的安危，着急去北地寻人。可是皇上就不应该了，一天天的不干正事儿。小福宝觉得今天回去之后还是得进宫一趟，给皇上紧紧皮。马车到了山脚下，沈飞一行人终于是下了马车。走吧，我看霄云观也不远，就在半山腰，咱们爬上去。娘亲，我爬一半吧。不用了，这么高，你腿太短了，耽误事儿。江儿，你来抱着狮子。江二也不反对，直接走过来把小福宝抱了起来。小福宝很无奈，好吧，他确实是耽误事儿。这时候2辆马车已停在山脚下，然后从上面走下来一个中年美妇人。美妇人看到沈飞王府的标记，急忙过来行礼。臣妇曹氏拜见荣王妃。你是谁家的夫人？啊，臣妇的相公正是礼部尚书左安怀。三公主带了老嬷嬷气冲冲地回到坤宁宫。此时皇后和太子妃2人正在聊天。太子妃，你要注意些，现在身子要紧。至于太子后院那些女人，现在不必管，不管哪个女人受宠，都越不过你去。姑姑你放心，我明白的。母后，你要给我做主。柔儿，你不是去荣王府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母后，六皇婶今天出城了，要去郊外玩，我想要她带我去，她不肯。皇后听三公主这么说，眉头一皱。太子妃对小福宝的印象很好，因为太子总在太子妃面前夸她，
加上他上一次抱了沈飞生的小郡主，然后就被诊出了有身孕，太子妃对沈妃这个皇婶的印象就不错。他听三公主这么说，就开始打圆场。三妹，母后同意你去荣王府玩，但出城也是太危险了。没有母后的旨意，六皇婶确实不敢轻易的带你出城。皇后听到太子妃这么说，眉头也松开了。你大嫂说的对，我是准你出宫玩，但是出城不行。千柔，你是公主，出了京城也是很危险的。可是六皇婶这次把2个小妹妹都带去了呢，就没有带着我。她们那么小都没有危险，带上我和三哥又怎么样？三妹，六皇婶是出了名的宠孩子，到哪里去都必须带着孩子的。大嫂，你今天为什么总是帮着六皇婶说话？她有没有给你好处，你就这么帮着她？太子妃有些尴尬。皇后见小女儿向侄女发脾气，知道她是迁怒了，也是非常头疼。想到太子妃还有身孕，就开口道：太子妃，别和你三妹计较。母后，没事。哼，你们都不帮着我，讨厌。太子妃，你先回去吧，回去好好养着。太子妃也正好不想当三公主的出气筒呢。三公主是皇后的亲女儿不假，但自己还是太子妃呢，是她大嫂。三公主显然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母后，您函告退了。你呀，就算心里有气，那也是沈妃招惹你的，干嘛把气撒在你表姐身上？我是公主，表姐从前没有嫁给大哥的时候，可是很巴结着我呢。可是现在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还一直帮着沈妃说话。三公主骄横惯了，有点不顺心的地方就不开心。皇后不想侄女和女儿两人有疙瘩，只能是转移话题。六嬷嬷，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六嬷嬷是三公主身边的老嬷嬷了，也是从小照顾三公主的，于是她就把沈妃的话描述一遍。皇后娘娘，奴才觉得荣王妃太过托大了，仗着皇上看重荣亲王，就不把三公主放在眼里。奴才是觉得荣王妃什么时候去郊外牧场都可以，这也不必赶在三公主到访的日子吧。还说什么她不是三公主的娘，那奴才听了都气得浑身发抖。皇后本来没有多生气，听到了柳嬷嬷的话，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胆！荣王妃她真这么说的？是啊，皇后娘娘千真万确，老奴可不敢撒谎。真是岂有此理！看来要给那沈妃一点教训了。来人，去宣荣王妃进宫。徐嬷嬷眼神锐利地扫视了一下柳嬷嬷。皇后娘娘息怒，荣王妃那人从小就在北地长大，就和荣亲王一样，都是草包，肚子里还真没半点墨水，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冒犯的话。柳嬷嬷想开口，被徐嬷嬷锐利的眼神给吓住了，于是没有继续拱火。娘娘，荣王妃这人有多不靠谱，您从前也是听说了，倒是她这次没有答应三公主，奴才认为还要感谢她呢。哦，什么意思？皇后还是很信赖她的奶嬷嬷的。奴才就怕荣王妃是个人来疯，她自己出去犯险不要紧，可别带着公主去。好在她这次没有答应三公主，知道轻重，否则三公主和荣王妃出城了，遇到了危险，娘娘岂不是更担心？皇后听到之后确实是这个道理，刚刚的怒气也少了一些。虽然还是看不上沈妃，毕竟她从前就不喜欢她，但也没有想要把沈妃叫过来惩罚一顿的想法了。虽然她是皇后，身份比沈妃高多了，但是要是贸然的处罚了荣王妃，没有个十足的理由，她也非常难办。现在被徐嬷嬷这么一说，觉得刚才有些冲动了。徐嬷嬷，连你也不帮着我吗？哈哈，三公主怎么会呢？三公主金尊玉贵，可不是荣王妃能比的。她的命不值钱，可三公主不一样。三公主听到徐嬷嬷这么说，也得意地翘起嘴角。母后，那以后你多派一些人保护我，我就可以随时出城玩了。好好好，下次让你大哥带你出城。你是皇家的公主，皇家的威严要有，不是哪个乡野村妇能比得上的。
徐嬷嬷见到终于把皇后和三公主都劝住了，也是松了一口气。她真的怕皇后娘娘想不开和荣王妃对着干，因为她心里没底，不知道皇上会帮着哪头。上次去了荣王府，她就看出来了，皇上非常重视荣亲王一家，特别是荣世子。没见到先帝的物件都给了荣世子用了吗？还有太子见此也一点嫉妒心都没有，这就是荣世子的厉害之处。要不是荣亲王一家不适合进宫住着，皇上没准都能把那一家接到皇宫里。可是反观皇后娘娘，除了初一和15，皇上都想不起来到坤宁宫。皇后这时候更应该看清局势，不要和荣王府作对才是。柳嬷嬷非常失望地出了坤宁宫，没想到却被徐嬷嬷给叫住了。柳妹妹。哦，徐姐姐，有事儿？徐嬷嬷仔细地打量柳嬷嬷，同时也在心中思考，柳嬷嬷是什么时候调到三公主身边的？应该是三公主2岁的时候吧。那时候伺候三公主的奶娘莫名就死了，她就找了这个柳嬷嬷。倒是没看出来呀，也是个带爪子的人。不过这么多年都老老实实的，为什么今天突然这么做？柳妹妹的话太多了些。我也是实话实说，没有半点虚言。呵呵，希望柳妹妹以后还是如此。柳嬷嬷服了一礼，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柳嬷嬷知道她已经暴露了，就是可恨今天的计划没有成功，让徐嬷嬷给破坏了。徐嬷嬷这时候叫来了坤宁宫的总管，李父，找几个小太监查一查这个柳嬷嬷，仔细盯着她的动作。李总管在坤宁宫外面吆五喝六的，但是在徐嬷嬷面前还是很听话的。嬷嬷放心，我这就找人跟着她。徐嬷嬷点头，安排好了一切，就想返回皇后身边。想到皇后的脾气，李父，再去太医院请个太医给娘娘把脉。好的，我这就把陆太医请过来。不用，这次换宋太医过来。是。原来是左夫人，快请起。曹氏站直身体之后，仔细打量荣王妃，发现她和女儿的年龄差不多。这人的运气啊，不服都不行。当初被人嘲笑的唐三公子，现在竟然成了荣亲王，而他娶的寡妇竟然成了荣王妃。荣王妃怎么来了霄云观？正巧今日无事，出来玩耍，看到了霄云观，就想上来看看。曹氏听到沈妃是第一次来，就算心中看不起沈妃，也不敢得罪。这霄云观嘛，我从前来过好几次，倒是去年被查封了一段日子，今年才开放不久。听说里面重新修建了，正巧咱们可以一起看看有什么变化。好呀，正巧我也是无聊，有左夫人陪着我，也有个伴。曹氏点头，然后看向后面的马车。乐轩、乐涵，快点下来。沈妃也顺势看了过去，就看到2个20多岁的小姑娘。见过荣王妃。左夫人好福气啊，2位千金都是好容貌。于是沈妃就和曹氏一起向山上走去。终于到了霄云观，沈妃还有些喘。终于上来了。在山脚下看真的不大，就是个小亭子，没想到上面这么气派。里面更气派。我父亲从前很喜欢来霄云观，去年道观被封了，我父亲可是骑了好久呢。沈妃眼珠一转，这个左安怀不对劲儿啊，见不到左安怀，有他女儿也不错。沈妃心里有个猜测，她漫不经心地来到左乐轩的身边，轻轻地拍了一下左乐轩的肩膀，顺便拿了几根他的头发送进空间里。乐轩妹妹，到了里面就需要你帮我介绍介绍了。没问题，霄云观我们一家都很熟悉。在后面扶着曹氏一起上来的婆子眼中闪过寒光。大小姐今天的话太多了。我也是老了，这身体呀，就是赶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这才走这么一会儿，就喘得不行。左夫人哪里老了？咱们俩站在一起，一看就是姐妹呀。曹氏都快40的人了，听到沈妃说2人是姐妹，也是笑了出来。曹氏比左安怀大，她要是成亲早，生的孩子可能都比沈妃大了。曹氏现在觉得沈妃这个荣王妃太好接近了，和她相处起来很融洽。哎呀，王妃也是好福气啊，
这小世子和小郡主们都长得那般可爱。曹氏身边的婆子看到小福宝的时候，双眼微微眯了起来。小福宝感觉有人在看自己，探寻的四处环顾，没有发现人。他扭了一下小脖子，总感觉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山上的香客三三两两的，没什么异样。很快，沈飞就和曹氏等人一起往里面走。沈飞在这期间也拿到了曹氏和左乐涵的头发。至于为什么要拿两人的头发，那就是沈飞觉得多多益善。他也是发现了，来大禹巢做 DNA 实验，总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实验室里的样本太少了，要是多来几个，那才有意思呢。曹氏不愧是来过几次的人，道观里的道人还是认识他的。左夫人，听说这道观重修了，那这里的道人有变化吗？人是换了不少。沈飞点点头，不再继续询问。沈飞也是发现了，道观和寺庙不一样。去寺庙，小沙弥和小和尚还会引导香客，可是道观主打一个随意，他们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强求。沈飞就是来参观的，也没有想求的事，所以并未去上香。曹氏就不同了，所以两队人马就在山上分开了。荣王妃啊，那我们就失陪了。好，左夫人随意。沈飞要的头发已经到手，确实是没必要继续陪着他们。江儿，找个人去打探一下，看看曹氏他们都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是，王妃。娘亲，我不喜欢这里。小福宝自从上山之后就不是很舒服，他总觉得这山很奇怪。好，咱们看看这山上是咋回事，就下山离开。小福宝看到沈飞坚持，也只能点头答应。片刻之后，霄云观的道长亲自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小道士，正是那个留着长胡须的张道长。不知荣王妃亲临，多有怠慢，还请恕罪。无碍无碍，我们也是凑巧，今日来山上逛逛。张道长听到沈飞这么说，就知道他不是来做法事的。宝华山的景色不错，王妃可以好好的游览一番。沈飞微笑点头。他虽然很想薅一根老道长的胡子，但没有十足的借口，也不敢行动。他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总想做实验。也是奇怪。沈飞和张道长寒暄几句之后，张道长看了一眼小福宝。这位就是荣世子吧？是我的仔仔。贫道观小世子的容貌，剑眉星目，伏羲骨，耳垂结实，有此相貌，贵不可言呐。小福宝心想，老子上辈子就长这样，当了一辈子的皇上，当然贵不可言。我的仔仔长得好，道长很有眼光。张道长心想，这荣王妃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啊，真是太单纯了。不过这样也好。